多多干杯，干干杯，为了心中的美味。多多干杯，干干杯，默契翻倍，干干杯。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胜利多多多，多多干杯吧。赛场就位，开启美味。华莱士手工果粉，我有绝招，精准控温，这波操作稳准狠，现炸才够脆，热辣多汁，一战美味来袭。一口回血，只要香脆炸鸡，不要脆皮人寿，这是胜利的滋味，忍不住的欢呼。庆功时刻有华莱士，吃得香，赢得爽。吃华莱士，获益炸鸡迷局。欢迎来到2026第5人格深渊的呼唤9中国大陆赛区预选赛的比赛现场，我是主持人小小。下面让我们掌声有请两队登场。翻过这座山，有请 DFX GT。我们有着不能输的理由，武一航，我们还会回来找你的。欢迎天风、季雨、爪爪、伊雷鸭、冬日、黑龙、骤停喵。心向黎明，一战到底，有请迪迦。君と集まって世代になれたら星降る夜一瞬の願い事きらめいて揺らめいて震えてるシグナル君と集まって世代になれたら空見上げて指をさされるような繋いだ線ほどがないで僕がどんなに眩しくても欢迎嘉恩、刘小蝶、奶小胡、肖小兔、四四咩、叫叫鼠。这里是第1周第4天的第4场比赛，由 DFX GT 对阵迪迦，让我们期待双方的精彩对决。欢迎各位回到 C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是解说雅纪，即将为大家带来今天的第4场 BO3，由 DFX GT 对阵迪迦战队。这也是来到我们败者组啊，败者组最后一场比赛了啊。是的，而且这一场其实整体看下来的话，2支队伍都是没有退路了。对对对，因为再输的话就要回家了嘛，只有赢了才可以再去晋级到下一轮。而且2支队伍的话也都是民间战队啊。没错。所以对于他们来说，这一局是非常非常关键的。那民间战队有民间战队的好嘛，就是他们队内的话可能会有一些不同的绝活，对吧？对，所以也是会更加期待他们绝活的一个发挥。对，就像迪迦之前的
Night 对吧？奶小湖，它的一个角色池也是非常广的。是的，而且相互之间的话，其实研究的资料并不是特别多，可能就是看你私下有没有熟悉一点，平时排位有没有碰到。是的，是的。再看一下求生这边会不会有一些拿手的绝活给你拿出来。没错。然后上一局的话，我们也是看到了雕刻家的一个登场嘛。是。同样的，伊雷亚这边也是有一手雕刻家的。看一下今天有没有机会看到啊？我们先看，是把唐人街给不归零先给ban掉了。没错。那看一下他们会选择哪个地图？月亮河。月亮河选出来的话，感觉就是给监管这边去选图嘛。是前期的话，无论是歌剧啊，还是跛脚羊，都是有很大的一个发挥空间的。没错，把自己的一个优势给扩大一点。是这样的话，可以说在后期没有那么担心说前面丢了一些大分之类的，因为其实前面2局的话，我觉得还是挺需要监管者去扛出来的。对，占一下这个压力的。因为一旦拖到第3局的话，你这个时候想出来扛都比较难受了。首先会选一张小图限制你的发挥，然后其次的话，你剩下的角色也没那么多了。没错，所以战术安排是非常非常关键的。就民间大神他们的好处就在于，我可以前面几局去使用这个绝活，对吧？把四大天王往后移，或者说我先用四大天王，那我最后绝活登场的时候，其实求生者已经没有很多厉害的角色可以去抗衡了。看一下也是 DFXGT 的主场，家的客场。是的。是看一下这边 DFXGT 的成员啊，天风、季影、爪爪、伊雷亚、冬日、黑龙、骤挺喵。没错，有许多成员都是多次参加过我们的深渊了。那我们看一下迪迦这边的成员介绍：嘉恩、刘小蝶、奶小胡、小小兔、试试咩以及叫叫鼠。是的。在之前的比赛中，虽然说他们也是输了嘛，但是我相信选手的韧性来说啊，肯定是对不会受到太大的挫折，对，不会说哎呀我受到了一场打击，我后面就没有办法支撑下来。其实他们的一个调整能力还是非常快的。是的，是的。还没有结束他们的一个深渊之旅吧？说接下来这场比赛比较期待，两边必定是要把自己的一个拿手绝活跟看家本事都给拿出来。没错，所以也是非常的期待啊，因为。就前面也聊过了，没有退路的情况下，有什么底牌都没有必要再藏着掖着了，就这种时候全部掏出来，跟对面去拼一波。也是看一下天风这边的一个数据，演绎得分8555.33，牵制时间91.29是排在了第10档，920.67，还给我们比了个心。我觉得他的一个心态目前看下来是没有那么紧张的。对对对，反正你也是民间队伍，我也是民间队伍，对吧？我们没有太大的压力。是的。肯定是想着把这一局拿下的。这边常用角色是前锋以及病患，那都是蛮需要说个人操作的一些角色了，因为他的一个道具释放的话，也是比较考验选手的个人的一个判断。没错，其实前锋这个角色在当前版本他的一个登场率，我觉得还是蛮高的。问题是在于能不能发挥出想要的效果，这个是很关键的一个点了。是的。很多时候不选前锋，也就是害怕说你一旦没有 OB 成功，这个密码机是有点补不上的。是的。然后看一下骤停喵，它的一个均匀得分5476，逃跑率33%，均匀牵制时长32.33，手持击倒前的牵制时长52.95秒。对，常用角色的话也是幸运儿跟咒术师。是。其实幸运儿这个角色的话，是我们本次深渊见的会少一点点了，因为毕竟它的调整嘛。对，它目前这个版本，其实我觉得很尴尬的点在于，它4大天王。它不是特别好牵制，像跛脚羊这种拿出来，它第一局有可能说偷袭你，对吧？对，不太能牵制动。第二就是对面万一有个抬球手，它可以摇摆，你作为一个幸运儿把道具一交，你也白板了，一个白板。对，它闪现开一刀，你没有能力和道具去规避掉它的一个主球。那这边的话也是季影，它的演绎得分6434，牵制时间68.11，救人1.33，破译67.67。首次击倒前的牵制时间32.71秒，以及33%的逃跑率。是的，常用角色是佣兵以及大副，作为队内的一个救人位啊，局救人指数1.33，算是比较中规中矩的一个数据。但我感觉他会被追，因为他的一个局军破译都打不到1台的一个密码机。是的，是的。然后，但是他这一个被追的时候，可能还是偏靠后吧。因为基本上他手追的还是比较少。对，就是如果说你靠后。为什么还密码机这么少？就可能队友倒的比较快。对我就是没办法修开，我就得去救人了。然后我救完人那边挂飞了，然后我一台密码机没到，没修开，然后我搬状态，你又来追我了。对，这是非常头痛的。是的，看一下这边是冬日，他的演得分7795.33，牵制30.85秒，群救人一次破译198.33，以及67%的逃跑率。常用角色是囚徒以及小女孩。是比较偏向于说一个破译的位置啊，以及说上一回他们是有在月亮河这样的一个大图拿出来小女孩这样的一个体系的。没错，这
这位选手是真没被追过啊，他那个时长是一个0。对，然后他的一个破译也是比较，就上次他拿了囚徒，对面都没有追他。对，那是再好不过了呀。是我玩囚徒的时候，我也不想碰到监管者，对吧？谁不想美美的去破译上一整局呢？就看着队友在外面急头白脸的牵制。哎，是的，是看一下这边是他们的教练啊，穿山甲，没错。就看他们的一个面部表情来讲的话，大家都是一个比较放松的状态。是的，是的，反而没有绷得特别紧。就因为其实还没有到那个最危急的关头嘛。是。就对于他们来讲，我觉得都还年轻，对吧？还有很多的机会，所以这一把其实就是你如果说把它当成一种负担，或者说一个很重的目标压在心上的话，可能还会去影响到你的一个发挥。是。看到今天迪迦他的一个监管的话，应该上的是刘晓蝶啊。那其实跟上一场比赛是不太一样了。上一场比赛的话是由奶小胡打满2场的。没错。对。我是做了一个战术上的调整吧。对对对。因为其实大家可能对于奶小胡他会比较了解一点，对，比较熟悉。对，那你平时比较有名嘛，然后榜上经常打的那些绝活大家都知道了，肯定是会去针对你。那我可能说这边来一手轮换让刘晓蝶上的话，我觉得他可能就是一个出其不意的一个战术。对，那我们来看一下他的一个擅长角色是歌剧，喜爱角色是跛脚羊，这不全是天王级的角色吗？是的，也是首次参加到我们的深渊，也希望他不要紧张吧，好好发挥。那这样看起来的话，其实他的风格就完全不一样了。以他的一个面板来看，得优先去防范他的4大天王。没错，因为你前期如果说去太过针对于单刀型的角色，对吧？他可能还有其他的你不了解的底牌。是，这边是迪迦的教练念小喵，就因为对于信息的这个不对称啊，就后手的监管者这时候上来的话，因为民间大神可能说大家不像职业选手了解的那么多嘛，对，他是有可能说去藏一两手那么绝活放在后面的。对，包括说其实打这种天王级别的角色的话，平时也不会说特别的让别人去知道啊，可能很多时候就是说我自己在底下为了比赛我去练这么一手。是的。而且打天王级别的角色的话，你排位中还不一定能放出来，你可能只能在私底下，对吧？跟队友那边进行一个训练的时候打一打。感觉对于其他队伍的球圣来讲就更难以针对嘛，我没有办法直接拿出一个阵容让你的角色是没有办法打的。是，那我们一起来看一下，应该是要开始 BP 了。第一局上半场的一个 BP， 月亮河公园。看一下这边是准备先搬掉什么呢？搬掉先知，飞行家，还有飞行家。他是觉得这张地图飞行家作为一个站台的点位嘛，比较难去处理掉。但其实他的2手角色就是展现在明面上的都是单刀型，那就看 DFHT 这边会不会考虑拿一手医生弓箭这样的一些搭配。气象学家和玩具商，是，那是非常想利用到这张地图的一个特性了，就是2楼特别多。对，先出辅助角色。但是问题来了，他是有绝活，他是有这个喜爱跛脚羊的。对，如果这么喜欢，我总不能不练吧？对，我总不能纯喜欢，但一点不玩。对。那跛脚羊还是比较克玩具商这个角色的。但是你看他的一个班位啊，其实从搬飞行家跟工兵上来看，又有点没那么像跛脚羊，因为跛脚羊其实是会比较好追这2个角色。没错没错。会不会他们私底下会了解到说你其实就是没有不为人知的其他角色？毕竟那是你喜爱角色。没错。对。可能说还藏了一手邦邦这种。最后手搬了古董商。看一下求生者这边要不要来一个 OB 位呢？还是说正常来一个比较扛单？来了一个火灾，是，也是比较全面了。这张图在鬼屋的话，就是可以自己做到一个单人牵制。没错，然后可以把玩具商给放到2站的一个位置。这样的话，前期起点防止被封密码机。如果说监管者真的选到了起点，那玩具商也可以直接起飞去往鬼屋绕一圈，或者说直接绕到终点站去，也可以。是的，它可以前期我先不用滑翔翼嘛，我只是一个跳板，然后我转到2楼以后，我翻窗再去到起点站。对对对，这是比较公式化的一个玩具商选点。我觉得他们选出来玩具商应该是蛮笃定，这边至少大概率是没有跛脚羊。没错，因为其实他们最后一手选的这个火灾啊，火灾它也是难打跛脚羊的，它不像什么木偶师这种比较能够。看木偶教授魔术一个没选。对。就这种我们常规认为比较好应对跛脚羊的，一个都没有拿出来。就我们觉得互相可能不太了解，没想到他了解的比我们想的要深得多。是的，就对他们来讲，可能私底下也是有打过一些训练赛之类的吧。感觉还是大家都作为一些榜前玩家，难免是会碰上的。对，是的。
那就看一下刘小蝶这边怎么选择了。这也是他的首次登场啊，希望能够来一点精彩的角色，给大家留下。哦，那也太精彩了，那真的很精彩了。对，那这样的话，我就理解他们为什么拿了这么多可以拉点角色，因为小提琴还是很害怕说，我刚准备给你架住2个音符，你突然人已经不在我的范围之内。对，因为求生者这几个道具都是能够规避掉小提琴它在一个板区间的一个架点的。嗯，是的。而且小提琴其实，那他这个头还是有点铁啊，他顶这个阵容，他包括这个地图其实它不好打的，因为腿比较短嘛。对啊，一旦让求生者这边坐车的话，是我还有一个问题啊，那你那喜爱角色你是真一点没练啊？就薄小羊这个角色对吧？你就纯喜欢，对，不打扰，就静静的坐在那里，对，就只可远观的那种感觉。对我喜欢归喜欢，对吧？但我不一定说会把那个精力投入进去。哎，是的，可能毕竟薄小羊出的比较晚。那如果说我把小提琴摆上面的话，对吧？那不就炸了吗？对面选个阵容来克制我。好，我们看一下这边选点啊，果然是玩具商2战，然后鬼屋的守墓人。哎，鬼屋这个还骗了你一手，让你觉得鬼屋是能追的，其实是个救人位。是的，是的。守墓人来的话，我感觉小提琴更是一头包啊。对啊。就是我直接遁地躲闲，对吧？你实体刀只能打我铲子上，然后走2步又有一个踏板可以辅助。哎，包括说你到前面的话，火灾再给你个气囊啥的，我觉得帮他把前期的一个铲子 CD 续出来是很有可能。再加上你真的要追这个守墓人吗？对，而且他这个前期节奏的话，我感觉他只能去考虑带一手移形啊。对，这个图你选点没选到，然后再加上你害怕他们有一个坐车的配合。是，如果是小图的话，说还能考虑一下窥视者，但是大图还是移形更保险一点。再加上天赋带的是底牌挽留，然后加上一个幽闭，提前准备开门战了，说是。是，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迪迦的监管者对阵 DFXGT 的求生者，由解说压记和解说出下面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那这个点2个角色其实都不太好追啊，守墓人和玩具商都是会在往外拉，甚至守墓人是想往终点站的方向去走啊。对，直接把起点站给到玩具商，玩具商也是2楼上放个跳板就去破 E 了。应该就是往起点方向去先破 E。那终点的人其实不太好走，因为他们得留着把这个终点4连给破一下。现在去看守墓人这波拉点有没有机会用弦直接给拉出来，多赚点存在感。位置很近了，来看一下。哦，可惜啊，差一点点。对，还是只能把它打出来了。但是可以看出来他的一个熟练度的，是拉进了很近的一个身位，再出弦，然后才有机会说拉出来，我再续一刀。因为如果拿到的话，是有机会去直接拿到的。然后开自己的一个1阶。哦呦，这一波就很准了。是的。守墓人他这个下铲的移速是比较难把握的。这样的话，身上叠的衣服比较多啊，其实他的一个移速已经是很慢了，再加上本身也没有带弹射跟飞轮。没错。有强风过来吹一下，但是这个线还在，对，这里也是其实就差了一点点角度。主要那个线头往那儿一摆，我觉得也限制了守墓人的一个转点思路。是的，不太敢往那边去了。那这样还是要拿一刀的。先拿一刀，然后再考虑用移形跟上，还是说继续追呢？直接移形了。移形过去方便拉弦，这个地方没法下板。哇，这个博弈还可以呀，守墓人。但是的话，确实是抓住了你想，对吧？直接用线压迫本体过来的一个间隙，那这可就溜起来了，是交了移形的。对他这一波又多拖了一个 CD 啊，就要等到下一根弦。这里就气象也过来了，但是哦呦，一个平 A 直接打倒。但溜了整整的3台密码机，我觉得已经是非常足够了。没错，而且这一把守墓人他其实是有带回光返照的。求生者的外面也只有一个化险为夷，但是我觉得一个化险为夷可能就可以帮助守墓人给保到密码机快够了。对，就先一个化险为夷，让他拉走这边的一个遗产嘛。是，我觉得第一波来救的这个人可能说，不用先交这个化险为夷，让气象来救。第2波呢比较危险的时候，化险为夷来套这个时间。
来看一下，主要但是气象的最后一台是在脸上啊。那他们还是想让玩具商先过来。那这样就得化险为夷了，对，因为不然守门人被秒的话，有可能挂回双窗，最后一台密码机就被控住了。哎呦！这个线是有点延迟的那种伤害啊，但觉得已经生成了，所以说直接上手掏，但是掏的一瞬间，这个线又给到了一个伤害，那这不一样了。哇，这一波咒术师是，这一波玩具商是完全没有想到啊。对。那前期的一个牵制节奏其实牵制的非常好，那这一波看一下火灾的一个补救吧，密码机肯定是不够了。我觉得火灾也蛮有压力的，要不气象也一起来吧？我觉得气象赶紧来，气象再不来这人要飞了。还有无穷洞，看一下无穷洞怎么释放。玩具商起来了，交了一个自起，成功把人给掏了下来。还行，虽然说4个人全在终点乱成了一锅粥了。对。那看一下他们怎么安排啊？因为我觉得让季颖单人牵制到这2台密码加好是很难的。对。哎呦，这一个飞轮躲掉了第一波弦。对，然后移形交出来，守门人也不太好走。对，要搏，但是搏到了，那还可以多拿到。是的，至少可以拖到这个起点半场。是的，那台50的密码机是，终于开始修了，前面是停滞了非常久。那这根弦应该是不好躲了。对，那是一个比较空地的状态。不过这一波是把移形逼出来了，所以说你没有那么好。直接去守，不过你绕过来的话，还是会干扰到帐篷这台骑士的密码机。没错，对于刘小蝶来说，好消息就是外面穷者全是半状态，他如果能快速的处理掉火灾的话，他还是有一波增多的节奏的。对，就看这波耳鸣能不能排正确了。但是他认为终点去了，对他认为人还在帐篷附近啊，所以说这样会让天风直接拉到终点，也给到了另外2个人调整状态的时间。没错，这一波找人找的越久，他的节奏就越亏，因为那边只要摸出来2个满状态，其实他的节奏又没了，又丢了。是的。哎，终点里面也没有进去排，他觉得会躲在双窗吗？前面看到了一个玩具商，但他其实不是很想管，因为是个满状态嘛。但这一把的话，开门战也有伏笔，玩具商已经没有绝处逢生了。如果说能够针对他打呢，也是一种不错的战略。对，就得看，刘小蝶他自己能不能记得住这些细节啊。那你让他6到2战的话就没法追了，因为之前有一个跳板。是。这一波从挂飞守墓人到现在一直在逛街啊，甚至那个帐篷的密码机已经快压好了。压好的话，其实冬日在这边牵制是有说法的，因为它会有一个车，对，可以利用到。看一下，直接通电，趁你现在弦还没好，疯狂往外拉。是拉断了。对。放一个跳板，想跳上车，可以上站台，也可以直接开车。直接坐车，他是有点跟不上的，有一个移形。移形应该是可以把人从车上打下来。对，但你交了移形的话，就管不了那边的门了。没错。终点站的话，人已经在往门口贴，最终应该是要完成一把保平了。对，其实主要还是最后去帐篷以及终点没有排到火灾这个点比较可惜吧。如果能够把火灾处理在那边压住遗产，他这把是真的很有争夺面的。是的，因为本身那一波手语的话是把外围所有球商的状态都打下去了嘛。是。但那波没有马上续上的话，也是让球商又给调整回来了。没错。甚至他在手语方面其实也可以做得更细节一点啊，比如说把玩具商稍微举起来几秒钟，假装要去打一个气球刀嘛，然后再放在一个更靠外面的位置，这样的话就不会第一时间给到玩具商有一个自起起来把套化险为夷的机会。对，其实当时的话，对于球商来讲，真的是把化险为夷套出来是最优解了，因为其他人来救，就算救下来了，也很有可能就秒被针对秒死在这里哦。你任何人去掏下来，这个人都有可能说一个弦直接串糖葫芦，把你2、3个人一起给拉倒，那样的话就更是炸了。所以说，只有当时还是球商反应的比较快啊，发现在救援环节出现问题以后，是做了一个很快的补救。没错，我觉得人来的多一点，也确实会给到监管这边比较多的压力嘛，他就没有办法单独的去思考，哎，这个玩具商他一个人的问题了。是的，是的，是的。那刘小蝶她这一把小提琴，确实让我们看到她的一个熟练度非常之高啊。是，哪怕是这么克制她的一个阵容，她也能够以一个比较不错的速度把人给击倒啊，就接近3台左右吧。但当时在后面呢，她利用自己的一个熟练度，成功的守住了一波乙，也是给到了求生者这边很大的压力。对，我觉得一下就打乱了求生那边一开始的一个安排了。是的，就所有人都得被迫放下手中的密码机过来去补救。没错，而且他以一手小提琴在第1局上场嘛，先保个平，我觉得也是可以接受的。对，省了自己后面其他的一个角色池。没准队友就可以利用其他的4大天王角色在后面2局去创造一些优势。但现在关键的点呢，还是得看他自己这边的一个求生者
能不能去顶住对面监管的压力了。对，因为像伊雷亚这边的话，其实他的一个歌剧，包括跛脚羊前面都是有亮过相的啊。是这张图的话，其实都很适合这两个角色的发挥。没错，而且你们防的话，可能说就没那么好防了。对，就你小提琴的话，可能上限会是低一点，上限保平，但是你的上限可能是别人的下限。对，像歌剧、像跛脚羊，它在月亮河这张地图都能够发挥的比较舒服，是可以快速的去击倒求生者以及续下一波节奏。嗯，要想如果上一波它同样的一个节奏，对吧？3台，然后剩2台小遗产把人挂飞了。不管是跛脚羊还是歌剧，它其实都有一个快速续节奏的能力啊。如果是跛脚羊歌剧看到剩3个半状态的人在外面，那他这把开已经是心死了，板上钉钉的要对盯着4抓去了。是这样的。但是因为是小提琴，所以我们还是不敢预测它那个后果会怎么样。嗯，但是就还是有被求生这边给运营回来的一个机会。是，那我们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啊，这里可以看到火灾牵制12秒破译2台密码机，然后周庭喵的气象是牵制24秒破译179。玩具商是破译了66秒，牵制142，以及守墓人133秒。那刚刚小提琴的话也是命中了10次震慑1次，击倒了4次。是比较可惜吧。还是中的在弦还是比较准的。对，但主要还是难在说后面求生者快速都拉开了，而且没有第一时间找到那个半状态的火灾，并且压在遗产。而且他基本上都是利用1阶的弦就直接拿到了伤害啊。对，他说没有去考虑说后面继续释放那个2阶的无穷洞。是看一下迪迦这边的求生能不能顶住对面的一个压力吧。是。你毕竟本身就是 DFLGT 他们选的图，我相信肯定是想着说，把自己的一个胜负点压在监管这边，希望他说能在这张图去拿下一个大分优势。是的，是的。毕竟地图方面，我们其实可以看到迪迦前面搬了2张图嘛，那 DFLGT 拿出了这张月亮河。如果说自己家的一个监管者能够发力的话，就可以率先拿下第1局的一个大分了。对。说也需要迪迦这边的求生去稳一稳啊，先不想着说去3跑还是怎么样的，先稳，能不能先走一个或者保个平？对，至少也得拿个平局吧。那我们也看一个成就啊，是阔别已久，是距离 COA 赛事中小提琴上一次登场已经过去1419天了。哦，上一次的话还是由 AG 的皮皮茶。在对阵北京 WBG 的时候，也是在22年的4月19日。哇，这真有点历史了。对，就你现在看，目前是26年嘛，已经快4年了。对，好像1419天呢。然后皮皮茶的话，其实现在也还活跃在日本赛区的队伍里面嘛。是。也期待他后面到深渊中会不会来到这边继续掏出我们没想到的东西。对，有很多，因为确实这个版本变动以后，有很多我们之前觉得非比赛版本的一些其他角色，还是真的很有机会在赛场上发挥出来。哎，确实，而且深渊的话，其实就是好的点就是这个。如果说民间大神他有一些藏着久的东西的话，他确实有可能突然间拿出来让你眼前一亮的。是，哎，你就说从观赛的一个角度上来讲，体验感还是非常好的。这几天真的是看爽了，各种各样的角色都突然间拿出来，让大家感觉非常的惊喜。是，而且其实发挥下来的话，也都非常不错的。是的，至少也能平局往上嘛。像之前包括聂西的一个登场嘛，也是非常的不错发挥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一个换边了。是。这边对于迪迦来说，他们的求生者必须在月亮河考虑去争一下。也是看一下四咩他的演绎得分6125，牵制时间74.55，救人0.5破译83%，首次击倒前的一个牵制时间是47.52秒，也是常务角色是园丁跟气象学家。错，破译的量还是挺少的，感觉应该是都被追了，对，经常被手追。像不管是园丁还是气象，都是有可能说在上来以后开局就要扛这个压力的，很需要个人的一个实力以及基本功。是看一下这边是教鼠，他的演绎得分9616啊，牵制时间95.61秒，是排在了第8的。举军救人1.5也排在了第8，举军破译226.5也排在了第8。常用角色是医生以及机械师。那预测这张月亮河感觉有机会能看到医生的一个登场吧？是，因为在这个版本来看，月亮河这张地图我觉得很适配医生。为什么？因为有一个滑梯的存在，对吧？它可以用滑梯来创造一个求生者的自动门，是有可能说让2位需要护保的求生者跑到那个地方去扛刀的。是的，像跛脚羊这种
愿力值一刀一刀的打下去，到后面愿力值不够的话是很难处理医生的。那也是看一下这边加恩他的研得分9551，牵制时间73.1，救人一次扑112.5，生死4道前的牵制时间55.74，以及50%的逃跑率。是的，常角色是咒术师以及小说家，作为队内的一个 OB 位登场。咒术师在这个版本的登场率也是非常的高啊，反而是小说家。我觉得他的一个登场还是比较怕什么呢？怕对面的监管者去带走兴奋来针对你，因为你的一个隐喻的吸收的一个时长会比较久嘛。对，而且不像咒术，你顶了我一波，我还有第2波后等着你啊。是的，那我们看这边是小兔，他的局均得分9348，局间时长59.14秒，局救人次数2次排在了深渊的第3，局破进度158.0。常用角色是佣兵以及守护人，那就是队内的一个稳定的救人位。是。而且局军能救到2次的话，说明他救人心得方面也是非常不错的。对，现在很难说看到，你的救人位第1波或者第2波会出现一个救不下来或者双倒的一个情况了，基本上都会避免。但是出现的话，那就很难受了。是，就是可能一盘节奏就直接崩到底。好，那看一下这边是伊雷亚他的一个数据啊，演绎得分9243，局均击倒5.33，局均淘汰1.33，局均震慑0.33，击倒用时61.91秒。然后角色的话也是歌剧演员跟跛脚羊。没错，这2个角色在之前的比赛中也是有过登场啊。那就看迪迦这边要去防他的哪一手角色了。毕竟你第1局是没法搬监管的，对，就得看在阵容上会不会让伊雷亚知难而退，就不去打那个你们害怕的角色。其实这样的话，我觉得会让他们求生难选一点，就是你像病患飞行家这种角色，你不好选了，因为你选出来的话，我可以反手一个跛脚羊嘛。对，但你如果不选的话，那我歌剧又可以突破你站台的人。没错，所以都不好说吧。对，不管是求生还是监管，他都有可能说在这样地图去再开发一些新的打法嘛。对，所以我们就期待他们怎么样去选择啊。先看一下伊雷亚这边的一个班位。看一下这里，伊雷亚先搬掉了先知以及机械，倒是没有考虑医生这个点。那看一下迪迦这边要不要拿吧。但主要拿了医生的话，就太害怕对面换一手歌剧了。所以说选了一手园丁先和咒术。没错，一个常规的牵制以及一个 OB 位。但是咒术的话，我说实话，他也没有那么防歌剧，对，也是有可能会成为歌剧的一个突破口的。是的。但就是现在这个难题摆在他们面前，没有办法拿出来一个双防的阵容了。没错，那也是再次把医生给搬掉。对，既然你不选的话，那我肯定就给你摁掉了。是，不然的话，医生加咒术这个组合也是非常让监管难受的。再补一手大副，在救人方面呢，也能稍微更稳一些。就看伊雷亚最后一手了，有气象和飞行家，要不要搬这种能飞天的角色呢？还是说继续冲着单刀牵制位去防？木偶师，搬掉了木偶师。那我感觉他的一个跛脚羊的概率是非常大了。从这个机械医生跟木偶师上来看啊，我觉得求生这边可以选一些像教授这样的一些角色，去更着重的防他的一个单刀监管。是的。来一手什么角色呢？教授，也是一个防单刀的。而且也可以去防止伊雷亚万一想去摇摆个其他角色，对吧？教授也可以给到队友一些辅助。是的，他就是在防单刀的角色里面最能辅助队友的。毕竟那个鳞片给到队友，队友也能够去扛一波刀，去抬一波刀。现在很多时候让他去2次救援一下嘛，那救人的时候其实就可以给他有这样一个鳞片的辅助了。是，看一下伊雷亚的选择吧。我觉得如果熟练度足够的话，其实打跛脚羊还是行的。因为像教授、像园丁这种角色，园丁盾消了以后，他可以开始脊椎。那教授的技能 CD 是非常久的，40多秒的一个时间，他很难个人就给你撑到第2波鳞片好。基本上第1波鳞片无论挡没挡到的话，你都是能够给他解决掉的。是你顶多一次技能去废掉1个笼子嘛，对吧？那你下一波的话，我就把你当白板来锤了。所以看一下伊雷亚怎么选择。反而是打歌剧这种角色，我觉得歌剧还挺不喜欢这个园丁在外面套个化险位来救人的，你就手椅上面一定是拿不到节奏的，甚至连双倒你都很难去追。不过这张图的话，其实对于求生来讲，他们除了大副以外，其他人救援上赶路的压力还是蛮大的。对的，对的，没有一些很明显的位移。是，那如果是跛脚羊的话，他的一个拦截能力也是很恐怖的。歌剧可能说，你要是被他给摸到近点的话，就没有跛脚羊能够拦得那么彻底。是的。
所以说得看一下求生这边让谁再去多带那几个化险为夷。哎，还是选择了歌剧。哎，确实，那可能还是觉得自己的歌剧熟练度更高一些。歌剧这一把的话，其实如果想追，应该也是可以开局先去逛一逛，等到园丁的盾消失了，然后再去进行追击。对，或者说他有别的思路呢，那就直接追咒术，争取用闪现把它击倒，那么节奏也是还可以的。但我还是建议啊，我觉得追园丁更好，因为园丁可以闷一个化险为夷。对，可能就是带一手化险为夷在身上。对，那外面总不能说咒术或者教授他们去携带这一手吧，那样的话就可能带了3个化险为夷了，牵制压力是非常非常大的。对，本身这张图的话就比较空旷，嗯，他们也都不是这种位移型技能的角色。我们看一下双方的选点，是骗了一手，把园丁放到了桥上，然后鬼屋的一个大副，这个点看一下要选但歌剧如果选，双吗？对他如果选在那里，还是可以直接去找一下咒术嘛。但感觉最近的歌剧很少选那个位置了，就要么选喜欢选鬼板，要么选靠鬼板这两个位置，就还是还是选择了几点。最近怎么就不流行选追终点的人了？因为可能还是没被骗过吧。这把被骗了以后，应该就会考虑再选回双了。毕竟这个时代是一个潮流嘛，一直会轮回啊，对。以前经常选双，你发现哎，终点一个救人位，鬼屋一个救人位，桥上一个救人位，就3个你都很难追。但是你至少有3个方向可以选。你选到起点的话，你只有2个方向可以选。然后封终点密码机，终点密码机其实也无所谓，要么丝龙可以修，要么双窗也可以修，跑不了太远。机子很多的。所以还是看一下吧，看一下伊雷亚这一把开局怎么追击。他前期去追教授的话，教授也可以在站台上稍微绕一下，然后再找机会去上车。最好是能够做到无伤上车吧。教授的话是他们是3个化险为夷，就是只有2个人带了湖光返照。没错。然后伊雷亚是底牌加挽留。现在就比赛本场对局是由 DFXGT 的监管者对阵迪迦的求生者，也就是说初夏压紧为你带来实时赛况解说。那就直接去起点站找一下嘉恩的园丁，嘉恩的教授。是的，这边教授也是提前拉到了后面的板区。如果博弈1块板的话，但是其实他还是不太好拉走啊，只能转到下一块板子。对，但是这块的板的话都是比较差的一些点。是的，交一下鳞片，然后直接反弹往车上走，但这个位置应该是要直接拿一刀再坐车了。他的鳞片都已经结束这个 CD 时间了，没有办法再跟他博弈。没错，那第1刀拿的速度还是比较快的，而且队友应该是帮忙去开灯了，导致桥上的密码机还没开，是的，还没开始破译。这一波确实是能够让教授一战到底，但是园丁自己的一个密码机进度就纯亏了。这一波他考不考虑换人呢？对，前面是可以看到盾的，而且那这一波他自己也是一个化险为夷的天赋啊。是，前面是看到盾了，那他也能通过自己的闪现时间来确定这边原地的盾快消了。对，我觉得这边平地已经有一个拿刀机会了，他不敢交互。直接拿刀，然后影月跟上就可以闪倒了。是的。这边也没有什么太多可以牵制的点，因为看思思灭他的一个转点思路也是往空地去了。来得及吗？没有来得及出刀，那无所谓了，就跟着吧。盾消失。是的，然后一会利用闪现再把人打倒，盾消了，甚至闪现都省了下来。对，他利用卡位让你没有办法翻那个窗。没错，而且关键点是在于教授那个地方，我们可以看到他是坐车过来以后，他被迫就只能在终点继续破译了。对，一会他也没法走，可能歌剧拉出去。干扰一下你还得被耽误一点密码机。然后起点那边的3台密码机还没有破开。是一个回数，大副应该是从鬼屋破译的。来的方向真的比较远啊。对，但是园丁也确实比较能做，淘汰进度增长的比较缓慢。那就看一下大副的这波救人吧。第2段表，伊雷亚应该想躲一下，躲掉了，然后再回去守，先拿一刀。也是成功救了下来，但是园丁还是准备往狮龙的最内侧去靠啊。对，让
教授一会儿再过来救一波，因为刚刚教授也是跟咒术去补充了一个状态啊，所以说密码机其实进度是比较缓慢的。是。那现在在监管视角也已经看到教授已经贴过来了，来的会不会有点太早了？对，有点明显啊。顺便把帐篷的密码机修一修呗，应该是这样的。然后等把园丁救下来以后，让园丁去导终点，咒术师刚好可以从双窗那个位置开始 OB。对，稍微保一保。咒术那台密码机是可以亮掉的。但是第4台和第5台就有点少了，甚至鬼屋大副的那台到现在都还没有人破译。是。啊，这里因为教授被通缉了，所以说他们可能也是想，直接干脆让咒术师去救了。咒术掉状态可不赚啊！我觉得要不还是教授去吧，教授就这还是得去来了，套一下化险为夷，他得导一个让咒术能够 OB 起来的这么一个位置。看一下这边叫一下弹射，但还是有点跑不过啊。是的，然后导进终点的最角落，这样的话咒术师就可以考虑在2个角度去进行一个出击和 OB 了。但是最后一台密码机还是比较少，40%几。感觉咒术好像离得有点远了。但是这波绕过来应该还是来得及的。对，他还是选择挂了终点这边的一个点位，直接让他电下来，反正哎呦，但是前面这个秒盾是成为伏笔了。对，继续往最里面倒。现在咒术手上是有2层喉的，不过园丁手上没有回光返照，就算你成功的 OB 下来的话。一会儿还是不太敢通电，先放一走。打，其实能追一刀的。是的，密码机的进度快够了，但现在直接交闪，咒术猴能交出来的，但是还是要倒地。我在想，要不直接先挂咒术？对，先挂咒术，因为园丁那边他是放过一次了，不一定能挂上了。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一波园丁有没有带求生意志。挂上能挂上以后的话是咒术在脸上，没错，通缉到了咒术。那咒术这个位置其实不太好走了。对，那我觉得对于歌剧来讲也是保平了，因为你已经把闪现交出去了。是，狮龙的位置是有地窖，那这个点咒术怎么说？有3层喉，砸头3层喉了，但主要门还没有碰到。对，队友不知道能不能帮他确定地窖的位置啊？他往双窗走的话，那就比较难走了。3层喉直接交，还想往鬼屋去转，但是鬼屋的这个位置还是比较远的，有隐袭的情况下，他还是很难转过去了。对，就只是想着拖时间了。对，保证让队友能够出门吧。对。哇，你看这是溜了多长时间？对，个板间块板子。终于过板击倒了。那这样的话也是双方在第1局完成了一个平局。没错，握手言和了。第1局月亮河两边的监管者都没能够去成功突破对面的求生者。对，但我其实觉得还是迪迦这边会舒服一点啊，毕竟他用的是一首小提琴嘛。确实。那你那边用掉了歌剧，对吧？第2局上了全局竞选，我只需要去按跛脚羊，对，可能其他角色我就不用那么担心了。是的。这一把的话看下来就是比较平稳的，我前期的一个换人牵制嘛，先另了一个过山车让你换追。那我就算追到了园丁以后呢，还是后面咒术师这的一波 OB 让歌剧这边没有任何办法处理。没错，因为其实他在手椅方面，歌剧本身就很难去赚到太多的东西了。对。然后从椅子上下来又是2个化险为夷套，再加上咒术师的那一波保人，还是挺让他难受的。是。本来密码机是不够的嘛，在园丁2次倒地马上就要上挂飞的时候，但就是那2波的一个来回，甚至说你后面为了处理咒术，把自己的闪现也交出去了。没错，但当时如果说他去把咒术师给挂上的话，我觉得还是有一线生机的。就我先把咒术师挂上，那园丁在终点里面他一直在爬，就算他不爬，他交这个自起的话，其实你赶回去把他给打倒，也是来得及继续挂到那个终点外面的这个椅子上。那我们看下这把的赛后数据。园丁这里牵制62秒，破了7的进度，然后教授是46秒救人1次，破了159的进度，大副是牵制18秒，救人1次，破了接近2台，咒术牵制88秒，救人1次，破了142的进度。101的话也是破坏1块板子，命中了12次，击倒了6次。这把就是求生提前设想好的嘛，我有3个化险为夷在外面，你无论换追哪一位嘛，我后面还是稳定2个化险为能套上。其次有一个咒术师一直在外面，就是看哪一个上挂飞会出现一点问题，时间不够的话，我就过来保一保。对，3个化险为夷的话，确实是能够从
时间上面去拖出来一些密码机。而且其实这把教授也是很大胆嘛，他甚至直接提早过来把帐篷这台密码机已经修了非常多了。是，主要也是他们安排的比较好，因为园丁岛那个位置，就算教授这边来的早一点，咒术也会一直给你一些压力嘛。是。但毕竟对于歌剧来说，对吧？伊雷亚他也没有上帝视角，他不确定这个园丁有没有回光返照，也不确定那边的那个咒术还是说其他人会不会带回光返照。是的，所以不太好针对。园丁被追的话，他没有机会教他的化险为夷，所以说他也不太清楚。是的，刚才比赛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回放吧。2、1，可以吧？可以吧。吹到了！追！好多！哎，不行，我要不要来？他没有线了，我来了！走了，小心啊！这个进来看能不能？受不了！单盲角，单盲角就往前抽，让我小。好电，有盾吗？盾直接交，可以给。石头没有，第一条。那就赌火马跟帐篷吧，赌火马跟帐篷。欢迎各位回到 CV9 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是解说压紧，即将为大家带来是由 DFX GT 对阵迪迦的第2局比赛。在上一局中，双方是完成了一个4比4的平局。是。那来到第2局的话，主客场互换啊，我觉得迪迦看要不要去拿出一些更适合自己队内监管者的一些地图了。是。那上一把的话，小提琴已经登场过了，那我觉得是有可能让刘小蝶跟南小胡来进行一个轮换的。对。看一下他们后面，毕竟现在4大天王都是有省下来的嘛，是后面的一个选择还是比较有主动性的。没错，那两边的球商其实上把发挥的也很好。是，毕竟争上线的话，肯定还是得去贴近版本的一些角色嘛。对，像那种绝活角色拿出来，也有机会能够赢，但是真的得是需要成千上万把的一个熟练度去堆砌出来的。对。也比较需要说天时地利人和，对面真的是在某一些环节会给到一些机会。我觉得那种绝活角色他能够站到的好呢，就是什么呢？就是求生者这边太久没打他了，可能在牵制的方式上面会有一点不熟练，对，或者说对他的一个机制。我们上一局其实也看到了手语的那一波嘛，那个队友在说，哎，躲得好，但是啪，下一秒人倒了，就可能说在它是有一个延迟伤害的这种效果啊。是，就是这一方面呢，可能还是得去注意一下。但是对于版本角色呢，他可能就是机制方面或者是追击方面，让你会更强一点，更好控场，更好把人给上挂。虽然说对面也比较熟悉，但有时候就算知道了也没有办法反制。对，无法抵御啊，因为他就是唯快不破呀。以不变应万变，只要我自己的追击速度、熟练度够高，那么你就算用其他的阵容啊，或者说操作来克制，都是比较难克制的。那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双方的一个地图选择。是这边也是搬掉了有名震撼，哇，直接选了一个圣贤医院啊，那不就是要互拼双方的一个求生了吗？确实也别发挥监管了，这边就求生，看一下谁跑得多一点。已经给过你们监管机会了呀。对啊，那上局已经给机会了。如果你们两边都是平局的话，那没办法了，第2局让我们求生来试一试。是的，只能让我们求生者来出手了。对，选这个圣心医院的话，其实迪迦这边如果换人啊，像我们前面聊到的那些角色。还有一手愚人金，对吧？愚人金在圣心院，我觉得还是挺克制大防的一位监管。他比较舒服啊，就是本来其他监管我进了大防你就没法追了，但是愚人金，哎，我巴不得你进去，你可能还吃很多段的一个伤害。没错，包括永眠镇这张地图也是的，只要你敢上2楼上楼梯，那些楼梯包括地下室的楼梯，它都是能够覆盖住愚人金它的一个伤害范围的。所以也是比较期待吧，看一下有没有进行一个人员的轮换。还是这边 DFX GT 的求生，是的，是有一个人员轮换的，没错，只有刘小蝶下场，乃小胡上场。那也可以看出来了，他们选这张圣心医院的一个用意了。就算我不打愚人金被你搬了，对吧？那我可能说拿其他的隐士啊，或者说杂货商，这种也是比较能够控场的角色。让我们来看一下南小胡他的一个数据啊，演绎得分9538，狙击到4.5，最近淘汰1人，震慑0.5，排在了第5，狙击到用时77.18秒。是的，上次使用的角色是愚人金以及记录员，可能来到线下的话还是有一定的压力吧。觉得面对对面的求生者的话，你也不用太紧张嘛，反正已经站到这个舞台上了，就
放松点、自然点去操作就好了。第一场的话，我觉得对于很多民间队，尤其是民间队来讲，他们还是要有一个适应的过程的。没错，所以是看一下吧，这一局他们哪个队伍调整的更快，更有机会可以拿下了。但其实迪迦选这一手医院的话，也同样会给到 DFIGT 的求生这边一些机会，对吧？我也可以尝试看能不能去拿下一个3分的优势。也真不好说。圣心院这样地图，我觉得有太多可能了。对，因为它的一个地形，包括地窖点的一个分布。那我觉得这一把其实，既然看到迪迦的奶小胡上场了，对吧？那 DFXGT 的求生者是可以考虑去搬掉他的一个远景的。是。这样的话就不太容易被他给控场给控制住。我反而去打你的其他角色，你的熟练度也不一定够。因为本身医院的话，你就算换一些其他的天王角色，也没有那么好打，除非说你是有一个熟练度很高的，像艾维这样的角色。他们也可以着重说，如果说我要摁掉愚人金，那后面去针对你像艾维或者你露出过的一些记录员，我可以打一些调状态比较多，陪跑能力比较强的一个阵容。没错，没错。毕竟这个地图比较小，他们想互相去调整状态，不用像胡景春那样，对吧？花费太多的一个时间成本，是的，来互相的一个靠近，包括找密码机也是一样的。正门附近是有很大概率会出现3连的，那么开局最好是分配一个救人位什么的去把那个3连给破开。加上这张图，其实你甚至不太需要队友帮你啊，有时候箱子也比较密集嘛。如果你能摸箱子的话，去摸个镇定剂，自己就把状态给调好了。没错。道具来说，我觉得求生者现在这个版本能打的东西还是挺多的，像月亮河的那个玩具商，对吧？在这个地图它其实也可以打，还能够快速的去给队友补充各种各样的道具。是看一下他们会不会去打怎么样的一个体系。我觉得圣心院不打一些套路跟配合实在是太可惜了。是的。然后玩具商啊，然后祭司，对吧？然后 OB 位也可以掏出来尝试一下。陪跑啊，像最近求生者其实也出现了很多不同的角色啊，对吧？你像舞女也出现过，对。然后昨天呢，牛仔也出现了，就在保人方面，各个队伍它都是有不同的一些心得在的。好的，我们来看一下第2局上半场的 BP， 是直接把咒术师给ban掉了，先知咒术。看一下 DFAGT 这边求生者要考虑搬哪个角色呢？要不要把愚人金给摁掉，还是说？但是你搬愚人金的话，对面还有一手记录员嘛？搬了隐士。还是尊重绝活了。对。那他们的这个阵容呢，就必须要选那种位移能力很强的角色了，比如说像飞行家，或者说像杂技，能够快速的经过板区、窗区不被你给架住的一些角色。又来了，杂技演员。是。第3手搬谁呢？救人位已经出了，对奶小胡来说，就可能得去搬一些破译速度比较快的角色了。毕竟不管是记录员还是说愚人金，他都挺讨厌那种修得快的，那样的话他就不太好去进行一个追击和控场了。或者就是我们前面说的位移能力，古董商搬掉了 OB 位，没错。毕竟他手上的角色其实还是挺难防 OB 的。对，但主要是 OB 位是有点搬不完，只要对面这边再补一个像勘探啊以及弓箭手这样的一个 OB。是。弓箭手拿出来，而且还是个远程的 OB 位啊。对，不管是愚人金还是记录员都挺怕的，甚至如果来强行进行一个远程的就活着的时候的陪跑，那监管者就会非常难受了。最后一手搬了祭司。感觉是因为这张地图吧，因为圣心医院的话，祭司的一个辅助还是会让监管这边很难受。是。来了一手木偶师，没错。那就看看吧，看看奶小胡这边会选择什么样的监管者来应对这个阵容。我觉得还是得考虑拿一个多刀型的角色来打，要不就还是愚人金吧。然后你考虑说带一手兴奋这种记录员打的阵容真的太难打了，那你根本追不到。对，那你要是愚人金的话，你能骗路易，对吧？毕竟他假装扔稿子，假装要震他，
然后逼出他的路易，其实还是有一定的收益的。可能你逼着逼着，他就自己发现自己已经只剩1/4的状态了。是的。且看下来的话，他们的军人位拿的比较早啊，就很想说，我至少在救援环节是能够稳下来的，拿了一手佣兵。是。那佣兵这个版本其实破译速度还是有点慢嘛，可能使用包括登场率来讲呢，也略微下降了一点。大家基本上什么第1局大副，第2局就守墓人这样子来轮换。然后如果说拖到第3局的话，还有逃脱大师。逃脱大师的一个登场率反而是升高了很多。对，主要还是他这样换椅子的一个点，会让监管没有办法反制啊。台球手，台球手，这也是奶小胡他的一个熟练度比较不错的角色。平时不管是排位还是训练中，肯定也是有打过的。但是台球手打这个阵容，我说实话，他会有点难追，就是对，也不一定好追。就是你对于木偶师来说，对吧？你就算闪现开我一刀，好，那你下一波主球，我是不是可以在听到你释放主球的声音的时候，就除非你放的巨准，你直接丢到我身上，那我瞬间了，对吧？那我看到你这个主球出来的时候，我直接去交这个路易，对吧？那你其实还是比较难去处理的。然后像弓箭手，他是有位移的，主球也有机会能躲。对，那杂技也是同样的一个道理。怕就怕在我开了1阶以后，但是主球没法能够快速的帮我拿到下一刀，那就很难受了。而且本身有一个弓箭手在外面 OB 嘛，其实台球手还是蛮害怕这样的一个 OB 位的。那看一下他们的选点是把木偶师放在了医院里，然后脸上是杂技以及木偶师。这点位的话，前期先逛一逛，然后再看要怎样去控这个场。现在台球手很多，他就是知道自己只有闪现才能拿刀，对吧？那我就尽量先逛一逛，等到自己的击球点多了，我再去把求生者的密码机给封闭住，回退他们的一些进度。然后也看一下求生者这边应对到台球手的一个经验，因为台球手的话，你看这张图也比较小嘛，其实还是蛮容易说让他边追边控到密码机的。那看一下天赋方面，飞轮的弓箭手，然后求生者方杂技是带了双弹，另外2位带了化险为夷，4位求生者都有带回光返照。是的。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底价的监管者对阵 DFIGT 的求生者，由解说压挤解说出下为您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这个点先往小木屋走，小木屋方向的话是杂技，杂技也是第一时间居然是往密码机边上走，他一点不担心这个位置被追啊。先来2个击球点，看一下杂技的走向。对，是观察到你退杆之后的话呢，也是进行了一个下板。但是其实，在1阶的时候，他的退杆基本上是拿不到刀。哎，平地还好有球，出了一个球，对。这个点位反而是平地逼出的道具，那就很赚了。而且用击球点是提前把废墟的密码机给圈了一下。前面也有拿刀机会了。哇，这个蓄力刀没有交出闪现就已经拿刀了，那个节奏还是比较舒服的。是的，感觉对于杂技来讲，有点就是说强行先转到医院这样的一个感觉了。是，很亏。因为队友在废墟那边嘛，他不想进去干扰。对，其实对于求生者来说啊，你第一波牵制呢，一定是以自己的安全为主，对吧？得交球，要直接接闪吗？有一个身位还是不太够。对，但是现在的话是能跟上，甚至不用闪现已经能跟上了。是的。对。个蓄力刀冲动直接打倒。而且这边还是有一个地下室在的。那这一波的节奏就比较舒服了，开局击倒速度非常的快。他这个主球甚至可以用来干扰外围的密码机啊，把废墟那边对吧？我主球一交，你这个求生者又得挂机跑一会儿。那就看一下接下来的控场了，手上击球点还有4个，看一下他这一波选择。这个视角我在庄园这么多年，倒还真是第一次看到。他想上来直接管一下3板，但是也给到了都是这边他就是把3板先给包一下。对，一个落地刀打到末世的路易上，第2下
那就看一下这个主球能不能关注，应该是关注杂技，要不要再摊一下木偶师？先把杂技给丢回去，木偶师怎么也跟着跑了？木偶师本来是正跟他常地下室，他不是应该是让木偶师对在下面待着吗？但我觉得他可能觉得杂技出去了，他自己也出去了，但没想到杂技又被收回来了。是的，这里弓箭手提前过来 OB， 主球的 CD 还没好。好，让你射吧，反正你射下来的话，除非你能扛到刀，对吧？对。基本上你射下来，你下一波龙骨弓的 CD 是拖不好的，除非你过来摸头。那你要真要硬摸头的话，那我没办法，我就打你一刀呗。对，就看一下骤挺能不能让他别再挂到地下室，因为挂到地下室后撤壁弩打了下来，看一下能不能扛到。哎呦，还是打到了。那这一波其实也算拖了一部分的时间，把木偶师那边的一个自愈给拖起来了。没错。但是木偶师交了一个支起的话，也算是浪费了很多在破译上面的时间嘛。整场刚才是只有佣兵一个人在进行破译的。然后他看一下密码机的抖动，确定要往哪边封吗？好像是小木屋在破译。那这佣兵，哦呦，这个位置，这个冲动的小加速确实是加的非常的多啊。是的，他可以直接往下面跟，然后看一下主球的一个封的位置。又是同样的一个套路啊，我把杂技觉得给封住。弓箭手还是得来啊！这一波的话，放在下面看佣兵怎么操作。哦，这个护腕非常漂亮，非常的极限了。因为对于南小胡来讲，他是想再打一下刚刚的操作。没错。对，但求生者这波是防了的，而且佣兵确实有位移。是的，那这一波道具一逼，只剩下最后一个龙骨弓了。南小胡感觉是可以考虑直接回去挂了。他还想去管一下外面的密码机。是的。把小木屋那边封一下，又可以回退。这把其实对穷人来说节奏不是很舒服了。来了，但收到了主球里，而且他放了一个，哎呦！哇，这主球万一解插了，那不是炸中之炸。他没办法，只能交球贴到弓箭手的一个位置上。是的，而且脸上有一个佣兵，佣兵下地下室是交掉了2个护腕啊，这一波被追击有一定的风险。只要等到10秒钟以后，下一个主球好了，基本上。佣兵必须要被迫交出自己的道具了，而且自己修的一字墙那边的密码机已经被圈住了，我觉得他们可以干脆放弃，直接换一台新的。弓箭手已经在修新的了，主球拉过来没有关到，要不再连一波呢？但是有一个抽刀。是的，直接抽刀抽中。那现在最后一台密码机，看一下位置在哪呢？位置还是比较远的，应该是不太好管，在废墟的一个位置。是的。所以说这一波操作是没什么太大必要，感觉直接早点挂呗，对吧？你可以把那个他想利用这个惯性快一点挂地下室，对，移动那可以理解了。对，因为它外面有一个半状态嘛，所以它是可以吃到2层的惯性的。不过我觉得当时如果说打一波疲于奔命，好像也行，因为大概率会是木偶师他去进行一个对。不过这样的话，他其实挂的时间也久了一点嘛，然后让那边密码机是压好的。但是那边密码机已经回退了，所以木偶师暂时还没有救人。看一下怎么打。这2个人都是能吃一刀的。不过好像又吃了主球，这个地下室真是屡试不爽啊！有机会跟着捡，穷者敢开吗？不敢开，开了，但是你只能往回走了。没错，出去，那还是需要有人来卡这个地下室的佣兵。是的。那这样可以看到，弓箭手是直接从废墟往地下室方向赶，木偶师反而是在往原点跑啊，应该想去开原点的那个门。那这里是看到，对，木偶师也在这里。 2个人他们是想弓箭手点门。对，然后莫尔斯卡在那附近，但这个距离来看，莫尔斯交路易加速应该是有机会能下去。但现在回去我有闪现呀。对他主球封住了门啊！哎，吸回来了，弓箭手在门口也被吸回来，直接一个闪现震慑，门是没有人管的，他现在可以安心的去守乙了。对，这个人你就算救了的话，还是要倒地啊。佣兵怎么出去呢？莫尔斯帮扛，可以，还真让扛到了，但是。 还是不好走啊！地下室的这个路程非常的曲折，佣兵上来以后没有护腕了，前面再打一个主球，你走不了。然后往椅子面前举，这一波打倒挂上以后，莫斯能否把弓箭手摸起来？好像来不太及，他直接奔着门去了，点门，门都点不开，那更难走啊！如果说你摸起来2个人拉扯2个门的话，还有点机会，因为他是没有闪现的。 哦，直接去门可以不管弓箭手，可以不管弓箭手，先管门，先把门给控住。莫尔斯这个状态他是扛不了一刀的，弓箭手就算爬起来也是2手空空，还没有志气。哎呦，抽刀，想抢，但是主球好了，可以直接关。莫尔斯本来就没有自愈啊。是的，那这个点
既然你躲了主球，那你往外拉，你其实是不太好进行牵制了。等下一个主球的 CD， 台球手是有无限的容错率的。对，这边就一直等着就可以了。是，莫是因为上一波在加之救人的一个双倒，对，也是交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主球关到，熟练度很高啊，身材在劈下飞轮，是完成了一波4抓，有点没想到啊。对。 这把的一个4抓，其实可以看出来啊，奶小胡他是对这个地下室有非常独特的理解，就这个地下室本身对于台球手来讲，我只要把人挂里面，然后主球一直放在楼梯上，你这个人救下来就是出不去。就是我上一次看这种操作的话，可能还是像杂货商，对吧？我在下面提前往门口去放一个自然交易，然后打你，但是。 也顶多只能把人控在楼梯口，他是把人一控，他是直接再丢回地下室，就是比你救下来之前离地下室里更近。但是你说求生者他有招吗？没办法，他不可能不去走这个球的。你等他消的话要15秒钟，对吧？对啊，你等他消结束，他那个持续时间有15秒钟，那等到结束的时候他再打你，你不还是要挂到地下室吗？你根本走不了。我觉得除非刚刚是你。 除去来救人的人，再来第3个人，我先把这个主球给吃掉了，是，然后救下来的人之后，他就第一时间往外面冲，还有可能冲出去啊。对，而且他比较恐怖的是，那个球他们俩谁都不能吃，你哪怕是佣兵吃的。对对，所以一定得第3个人来吃。对对对，不然的话就出不去了。你最好是哪一种情况？就是他往外跑的那个人，他得没吃刀，对吧？你得让。 红圈的那个人就救人位，他可能说先在下面扛一刀，然后再吃那个球，然后这个从椅子上下来的人他才能跑远。而且监管者呢，为了追这个人，他不太敢去挂这个双倒人这个人，那对才。但是这种打法呢，他也很亏，所以还是得出动第3个人，在亏密码机的情况下，让第3个人去把那个主球先给吃了。我们来看一下上把的一个赛后数据啊，天风也是牵制了76秒，周婷配了259，救人3次，牵制了101秒；金颖配了146，救人1次，牵制了77秒；冬日配了215，救人3次，牵制了53秒。是的，然后南小胡这里可以看到他是。 坏板子2个，命中球的19次，孔雀色1次，击倒了13次。这把你会发现从来没离开过这个地下室，从第1波开始啊，就是很多波的一个地下室手椅，让求生这边把前面的一个节奏就完全给送回去了。不然一开始的一个牵制时间，我觉得他们正常挂在平地的椅子，他们是可以接受那样的一个牵制时间的。没错，那最后佣兵那个位置其实也不太好牵制了，因为他从单强嘛，在破译，然后再被来小胡给追击，追到了3板这么一个地方。 这还是在于后面，首先，他被这边逼掉之后呢，从2板一冲又转回了鸟笼。你转到鸟笼那边的话，你就还是会被挂回去，而且一开始你们要点的还是大门，就你这个地下室还正好离大门是非常近的。只能说成也医院，败也医院吧。因为医院这个图，这个地形你确实很好牵制，但是万一他刷地下室的话，那你就炸了。对。而且开门战的一个决策呢，我觉得如果说2个人一边跑一个的话，是有机会能够走掉一个的，但很可惜他们可能是想。 尝试去拼一下吧，打一下这个大门。但我觉得再怎么拼，其实你2个人打这个门，你最少也是被3啊，对吧？那你1个人去另外一个门，他顶多也只是对，我觉得当时可能更好的还是1个人直接去小门，然后派另外一个可能自保能力比较强。但其实当时木偶是也能吃一刀，弓箭手也能溜，他俩谁来卡一卡医院，这个人是至少先保证能走一个。对的，对。但是还是没想到吧，还没想到大门那边主球是直接让弓箭手触发，他人也直接被拉到了医院里面。对对对，一个闪现。主要是你点脸上的门嘛，那对于监管来讲，我肯定是很优先的，先一个主球就把门给封住了。是的。那就看一下双方外边，一家这边的求生者在圣心医院的一个发挥吧。我觉得他们跑一个的话，压力倒也不是特别大。看到 DFIGT 这边监管应该也是有一个换人的情况。没错。轮换以后看一下这边。没有，还是刚刚的监管。是的，还是伊雷亚。伊雷亚之前的比赛中也是打了2把嘛。那这把的压力还是非常大的了，因为在医院要完成一个4抓。是。我觉得可能也需要台球手这样的一些角色。没错。拿出来了。但是队内有一名很强、熟练度很高的台球手，对吧？平时肯定是经常训练的。对。那万一你拿出来反而没有他那么高的熟练度，对吧？这也是需要考虑的一些地方了。再加上上把刚看到了说，如果是台球手的话，你就千万不能倒这个地下室。所以说这把的话就不太容易再给到你同样的一个机会。是的，是的。所以
关键的还是在于这把能不能去扛住压力吧。毕竟在圣心医院想自抓，我觉得难度是非常非常之大的。是的，而且就算你有再强的角色，在穷者知道我只需要跑一个的情况下，对吧？趴进去一手入链直接点出来，大不了再来个冒险家。是。那我这个下线直接保得高高的。而且看之前的话，其实伊雷亚这边还是比较偏一些追击型的监管会多一点。是。这也是期待一下吧，期待一下伊雷亚他的角色会拿出什么来打。目前来看，我们知道他有跛脚羊，有歌剧，然后还有一手雕刻家，对吧？责任度也是非常高的。那如果说在圣心院打雕刻家，我觉得会比较难打一点。这个地形是比较克制雕刻家的一个发挥啊。为什么呢？因为你前期追人，对吧？把他给打倒了，可能说把技能花掉了，但是他如果说从椅子上救下来，被保到医院里面的话，你就会很难受了。对，就跟他无限绕起来了。对，那这边上来是先搬掉了先知以及机械，看一下穷者这边搬掉了伊雷亚的跛脚羊。看一下穷者的前两手会怎么选吧。觉得入殓这样的角色可以拿，只需要跑一个嘛，拿个入殓永远不亏。庸兵小说家，歌剧跛脚羊都没了，他们拿着这个小说家可能更偏向于去防一下你的杂货商这种远程控制的角色。杂货商、鹿头啊、使徒啊，其实都不是特别好打。因为雕刻家其实跟小说家啊，我觉得他不算特别被克制的，有可能会在你释放隐喻的时候，一个雕像直接把你给推走，打断你的隐喻。伊雷亚第三手是搬掉了火灾，那穷者的第三手怎么说？真不考虑拿入殓吗？拿了一手杂技，又是杂技，可能还是不着急。3把的杂技其实还是比较可惜的吧，他是。我觉得他前面的平地刀，对前面的转点有点着急，拉开废墟跟木屋了。对，他不想干扰队友在废墟的一个牵制，但其实你只要给到抬酒手一波存在感，很可能他就直接可以快速的把你给秒掉了。对，再加上你好不容易转线的医院还正好是个地下室。是的，我觉得就正常你在小木屋那边牵制呗，大不了拖到他闪现好了，对吧？你再往外转，因为其实抬酒手这种角色他是带不了封窗的。他很需要张狂，很需要挽留。那你在小木屋跟一个台球手玩，我觉得玩到闪现好是一点问题都没有。甚至刚才上一把他倒地的时候，闪现还没好。是的。那最终选择了一个调香师，在圣心医院。如果不是这个地图的话，我还挺推荐蜡像师的，因为调香师这个版本很难去抵御蜡像师的进攻，而且也没那么害怕小说家的一个保人。是的。但是圣心医院蜡像师确实没那么舒服，看一下伊雷亚怎么说吧。这个阵容如果说他想去拿他熟练度比较高的一些角色啊，比如说像杂货商，或者说像雕刻家这种，他其实不是特别好突破。主要这些角色的话很难说拿出来就一定能完成一个4。毕竟圣心医院啊，太头痛了。这个地图基本上是求生者排到这个地图就笑开花的那种。对，而且加上调香也调整过了嘛，他现在的博弈空间更大一点了。就算破相也没事，不会像之前一样，哎呀完了，只能纯靠基本功了。哇，还是拿了雕刻家。雕刻家的话有个好的点就是，万一你能把调香师的香给破了呢，对吧？因为那种1/4的状态，比如说你放香水期间，我雕像夹到了，这时候调香师他就会纠结，他回还是不回呢？感觉怎么样都挺亏的。对，可能说，万一回了，哪怕他有那一波的小加强，距离也不是特别好，可能会被卡在那种路中间，然后到后面香水那个效果结束了以后再吃一刀，那就很难受了。然后像小说家的话，我们前面也是聊过啊，他是有可能在隐喻期间被雕像给打断的，是那样的话就又亏自己的一个神具，又亏自己的一个状态。看一下双方的选点吧。圣心医院的雕刻家必须要4抓。上把其实我们也看到雕刻家了，他的一个追击能力还是蛮强的。我现在在想那个
雕刻家已经多少天没事抓过？又就一会儿看一下导播能不能给我们找出来啊？没4抓过吗？哦，就是已经距离上一次多少天了？是吧？哦，对，期待一下，看一下这边选到了废墟，然后调香师就在脸上。哦，那他是想直接追废墟这个人了。是的，因为废墟的窗和板还是挺多的，对，对自己的熟练度有自信的，那他肯定是可以往这些地方去丢一些交互雕像，在前期多拿一点存在感，快速的开到2阶。不过追调香的话，本身存在感拿的一般也会比较多一点。是的，是的，可能第一波上瘾他就快要2阶了。是，而且雕刻家争多的话，一般也会带一个张狂。好的，我们来看一下双方的天赋，带了张狂加上一个风窗啊，就追阶拉满。对，勇者方只有调香带了飞轮，另外2位千字卫都带了双弹加化险为夷。现在就比照面，本场对决是由 DFXGT 的监管者对阵迪迦的勇者，也就是说初夏压紧为带7月10日战况解说。直接往废墟走。这教手的调香，但调香的话，其实也没有说在废墟这边等鸟，直接先给你拉身位了。到了木屋的话，可能还是想利用这里先绕2圈吧。木屋这个地形还是挺适合牵制的。下一圈回到木屋里面，可以再把板下了。哎，伊雷亚先选择把窗给封上啊，非常的细节。然后再来一个反绕，红光好像是暴露了，被看到了。哎，没有，身位拉得很近啊，这边要被迫浇香水了。很稳啊，并没有浇。那越往角落走，其实越危险啊！前面有没有夹交互的机会？给夹回来了，夹到了。那前面有一个拿刀的说法了。是的，要等这个盾消失，香水直接被破，非常的快。对。那感觉这个地方不太好走了，毕竟他手上带的是闪现，还有几秒钟闪现就好了。你在半状态的情况下去使用这个香水，它其实收益是没有那么大的。是的，因为本身雕刻的话，它是有多段伤害的，直接闪出来了。然后用雕像把人给架回来。看一下，哦呦，是一个侧向夹。看一下要回吗？感觉这个是不回了。是的。回的话反而被你一刀带走。那雕像不太够了，这里哇，再补一个飞轮，可惜了。这几波雕像其实丢的还是比较歪，并没有拿到伤害。那玩起来这个窗户的话，感觉就可以再牵制很久了。对，这个时间就拖起来了。甚至下一瓶香水如果交的话，可以给你拉身位。但也没办法，伊雷亚还是有一个必须要试抓的压力在的。对，没有预判回，而且没有出刀啊。那这样的话好像还能再牵制一会儿，因为他说你的雕像是不够的。这边只要专心躲雕像，我就给你实体刀。哇，终于是夹到了。对，已经是3太多了。但是面对雕刻家的话，勇者只需要跑一个，我觉得他们是可以考虑不救的。这个人我先卡着嘛。对。然后如果你敢压出去，那其实佣兵这种能够快速位移的勇者，他是可以直接绕过来把人给偷下来的。对。看一下，佣兵就已经暴露位置也没有关系啊。哎，佣兵那他是想救啊？这么早弹过来吗？这对吗？感觉不太对啊。直接给到了一个2阶，有没有机会打断？没有。他淘汰进度也没有卡，甚至是弹的互换才到雕刻家脸上的，没有博弈。他可能的战术就是优先把你秒救下来啊，让你的注意力一直在这个挂过的人身上，然后外面的密码机就可以爽修。对，都没时间投外面的坟场。毕竟就算是秒救，其实密码机的节奏也是够的。对，再加上我的身位离你比较近，那你离椅子就很远啊。没错，然后来了一个经典的后撤。抽刀，那他们现在换位，无论是换小说还是杂技，其实再救一波套一个化险为密码机就够了。而且这2个人就雕刻家人都很厉害啊，一个换位就有一个扣红求救，压力都是比较小的。那看一下，让佣兵过来也行，密码机都压好了。是，佣兵半状态过来，因为另外2位没有回光返照吧，他们应该是想着往最稳的一个情况。害怕一旦没救下来，对吧？压好了密码机也没用，但这边就是看能不能。哎呦，打断了！对，但是只要出了实体刀的话，还是能救。是的，但是开的话也是有点慢，这一波好像被架在外面了，还是想强行往废墟里面去转。这一个2阶雕像合成，继续往外翻，还有机会吗？炸倒了。炸倒，
但是这一把因为他没有带底牌啊，所以很难去管住大门了，应该是要奔着一个3跑去走了。如果有底牌的话，还有机会再来一下佣兵啊，毕竟他状态不太好，而且没有道具了。而且他的闪现也已经好了嘛，有底牌的话，感觉是真能够往门口去管了。对，那最终也是迪迦在第2局完成了一个8比1呀，这样的话压力就很大了。是的，就8比1，其实这个比分，我觉得非常非常难追了，因为你其实到了第3局上半场啊，平局了，哪怕是保个平，对，迪迦这边只要拿到一个平局，基本上就结束了，就直接结束比赛了。是的，是的。啊，对于对面来讲的话，是必定要还一个3，一个4。是的，是的。至少你先上的这个阵营，他要么要3跑，要么要3抓，最差要3。对，因为你3了才能接着打下半场。是的。好，这一张圣心医院的话，感觉迪迦确实是有备而来啊。对，也算是给打出了很好的效果。是的，给对面去准备了一套底牌吧。所以感觉他们在之前的比赛中，其实也是有想去尝试打这样的一个阵容或者说体系的。然后奶小胡他的台球手的熟练度，在这张地图上很不错的去利用到了加斯这个点位。对，啊，一直打不停的一个手椅啊，跟换挂，其实让求生者这边已经是有点这种疲于奔命的一个效果了。是，所以当前这个版本来讲，你其实牵制台球手是不太能接受他没有用闪现去拿到你的底刀的，对，就那种情况真的很难去把节奏再扳回来了。来看一下上把的话，也是，主要还是调音师一个人溜了104秒啊。你像杂技跟小说家甚至都没有见过面，然后佣兵的话救了2次人。是的，然后可以看到伊雷亚这一次命中存者12次，他破坏板子2个，然后恐惧射1次，击倒了4次。就是比赛的一个残酷啊，就是你一旦给到一些监管一点点机会嘛，他们是可以通过后期的一个滚雪球，让你这边不得不陷入一个四抓的境地的。哎，确实，因为你越想去争4抓的话，你可能在操作上面就会越着急。对，为什么当时伊雷亚从木屋直接闪出来？他就是想争分夺秒，去利用自己的闪现快速把调音师给打倒，那说不定再往木屋一挂，对吧？对，可能就可以很舒服的去进行一个拦截节奏了。那当时他如果不闪的话，我翻个窗多几秒钟再往前走，调音师他可能就已经进废墟了。我们的比赛是非常精彩，让我们稍事休息，马上回来。要摊我，还要摊我，还要输了，死输了。哎，你先避一会儿，等佣兵一会儿来救的时候。我这个店还会再推一波。打了。好高。开了修3板，妲己。好的。压好了，我这边压好了。亮！冲大门！欢迎各位回到 COV9的比赛现场，我是解说初夏，我是解说压紧，即将为大家带来是由 DFXGT 对阵迪迦的第3局比赛。那在刚刚结束的第2局的话，也是由迪迦这边拿下了一个8比1的非常大的领先积分啊。对，目前这个优势来说 ，DFXGT 还是有点压力的，就会看他们在第3局上半场会打出怎样的一个战术吧。对，目前来看，我觉得得放手一搏了。对面准备了这个底牌，对吧？那你们有没有什么藏好的一些东西，也在这一局去尝试拿出来打一下？不好在是他们的一个选图权啊，先去看一下，会有怎么样的一个倾向。是的。然后，因为比分压力吧，所以说接下来不管哪边先上，只要是有一方先完成平局的话，其实后面就已经结束了。对，所以还是看看吧。我觉得有可能会掏个小图打吧，掏个小图让求生者再继续发力。这边可以看到迪迦是搬掉了不归零，然后 DFXGT 选择了永明镇。也是最近登场率非常高的一张地图啊。是的。目前来看，就期待一下吧，因为 DFXGT 是选择让监管者这里上场。
哦，是迪迦选择让自己的求生者先上。对，应该他们还是比较有自信的。对，觉得你的状态比较好嘛。你像第1局的话是完成了平局啊，第2局的话也是完成了一个3跑。那越到了第3局，也确实是求生者的一个强势期了。对，他们先上，如果能够保平，就直接杀死比赛了。是的，而且永眠这张地图的话，求生者其实还是有比较多的体系和战术可以去使用的。或者说这个电车嘛，也是一个非常不稳定的因素啊。没错，电车这个东西确实比较中立，各个队伍都是有机会能够利用上的，不管是求生还是监管，对吧？那求生他可能说可以通过电车来进行一个转点，多拖个10来秒、20秒的。那监管方呢，他可能就只能小心电车了。对，他其实利用到电车会少一点，就是有时候可能我把人逼到电车附近打一刀，哎，突然电车来了，挡住了求生受击加速往前冲的一个时间，就被迫要转一个比较差一些的点。对，但这个还是太被动了，不像求生那样，我算好他的时间我就上车了。是的，这也是看一下吧，看一下这一场。伊雷亚继续上场，那么他在永眠镇就必须要争出一个至少3抓的比分。想一想的话，其实他的角色用的也没有特别多啊，用的是一首歌剧跟雕刻家。那歌剧本身在这张图就没有特别舒服。然后你的跛脚羊肯定是放不出来了。对。可能一些比较有上限的角色吧，我觉得是可以考虑去搬掉的。我觉得可能如果放了台球手的话，对于他们来讲也要去拿台球手搏一搏了。是，有机会的话一定会尝试的。但我觉得台球手这种上限比较高的话，可能会被搬掉。对，也是直接给你搬掉。会逼你去拿像喧嚣这样的一些角色。没错，这样的话你可能就想争分，但是又因为手链都不太够，对吧？强行拿出来打，我又可以拿 OB 位什么的来克制你，就会让你打得比较不舒服。因为其实最近喧嚣的一个登场来看，并没有说拿到太大的优势的那种对局，基本上都是比较偏平吧。就下限它可能说还在，但是上限也是没有之前那么高了。对的。反而是艾维的一个登场啊，会感觉高一些，而且效果也会好一点。对，经常会出现那种多抓局。是的，主要是艾维这种控场监管的话，真的是需要你私底下的一个熟练度，它不是说想拿就能拿得出来的。没错，就是你平时得多练，就包括我记得我第一次去试玩，去使用艾维的时候，我还在想，哎，他这个吼为什么这么难吼中啊？但是看那些选手打，他切过来直接秒喷，百发百中，直接就能够喷出来。对，我还在那边研究他那个箭头的指向，你知道吧？就他会有一个箭头显示求生者的面向嘛。对。就那种时候，我还在看，哎，这个求生者到底在往哪看？他会不会说，有可能说在最后去调整一个镜头？但我却发现我一直都喷不到，我反应根本没有像职业选手那么快过。但是你会发现在监管就是100分100中之后呢，哎，后面开始发现求生躲的概率又越来越大了。没错。对他们就很经常能预判到你这个隐身后他的一个位置。互相摸索对方的习惯嘛。对。包括像板区的博弈也是一样的，你这个人他连续2次头铁过板，对吧？那第3次你还要头铁，这样挨砸的呀。对。有可能说他在第3次的时候，他就自己考虑说我来一个抽刀。因为其实监管者他也不能够一直保持同一套习惯一直打下去，他有可能这一场这个习惯，他下一场打别的队伍，他又是不同的习惯了。如果你太千篇一律的话，就很容易被对面给摸透啊。没错，那我们来看一下，这里伊雷亚是搬掉了机械以及先知。求生者方面是准备搬哪2个呢？台球手要不要考虑搬掉呢？我觉得台球跟跛脚羊吧，对，这2个还是要摁掉的。跛脚羊肯定是要搬的。是。台球手这个版本的上限也非常高，直接摁掉，非常合理的班位。那对他们来说，就可以考虑去选一些下限比较高的角色了，对吧？我这把直接来一手入殓，对，然后也可以补一些修得快的，或者说把气象啊、飞行家这种下限比较高的角色通通拿出来。还在考虑。医生，哎，幸运儿，幸运儿，在需要保平的情况下去拿出来一套可能打团的阵容啊。感觉他们还蛮有梦想，想直接终结比赛的。那这里再搬掉一手守墓人，救人位方面，桃花大师还在，野人也还在，前锋也还在，看一下求生者这边怎么选择了。
我觉得既然你都拿医生了，要不来个有点 OB 能力？对，我觉得还是要保一下医生的。哦，我选了入殓。没错。最后一手还可以再搬一个救人位。其实这个图能 OB 的救人位还挺多的，枯丑也可以掏出来打。然后也可以用来去保护外面破译的3位角色，前锋被按掉。要不考虑掏枯丑呢？这个阵容有点太脆了。对，有点太脆了。就是目前看下来，选出了这3个人是没有办法互保的，他们连自保都比较困难。再来一手野人，只能说让入殓师有一波帮队友反生的机会吧，或者说自己反生的机会。这样的话，前期就不会亏太多密码机。他的一个反生刚好可以补充出队友的一些破译时间。应对这个阵容确实是比较脆啊，如果有那种追击的比较迅速、位移能力强的角色的话，我觉得是可以尝试一下的。但是班位上已经放上去2个了，那如果说他想去尝试突破这个医生，那么就得考虑要不要拿一些那种可以封技能的。喧嚣了，或者说像使徒安这种，对，就来一个什么沉默，然后再拿刀，这时候你就算受伤加速往外跑，但你其实也不一定能回上。其实这个阵容如果有蜡像的话，我觉得是非常舒服的。对，因为像野人的话也很害怕蜡像师，包括说医生入殓这种非常白板的角色，是，就面对到蜡像师是没有任何牵制空间的。没错。关键这把其实也就野人一个人能稍微辅助一下队友，对，只要蜡像师强行把人给打倒，因为你基本上是没法来扛刀的。只要你从椅子上下来，其他人想扛住蜡像师的刀非常的难。我把你其中一个人蜡给喷满，对，然后再打另外一个人，那有点像什么破轮哦，有点像弱化版的台球手，台球手也是没法扛刀。破轮的话，其实这个阵容也很舒服啊，因为首先没有任何的 OB 嘛，然后大家的话也是非常白板的角色，就除去弹射没有任何拉点能力。然后医生这个角色呢，上2根刺你也是可以直接秒的，对，加上没有那么多跟他什么扎针的这种时间。野人也很怕破轮嘛，对，你只要身上有刺的话，上猪也没用，我是直接可以捏下来的。是的，特别是医生如果上移的话，外面的人进入一个3/4、1/4这样的状态呢，那么他就是不太好调整起来的。对，就是那种会陷入到破轮后期，哎，我插个眼给你开始控场这样的节奏的话，求生是比较难受的。是的，因为破轮的机动性是很强，但这个要看你的一个熟练度了。没错，那就看一下吧。有棉阵这张地图的话，破轮还是挺有机会的。对，就看前期第一波的一个追击时间怎么说了。想了一下，医生很危险啊，先放到墓地里。但是入殓同时这边自己也比较纠结，是选择了独栋。要把2楼下以及红蝶河全让出来。那看一下这边要考虑放假门吗？因为如果不带封窗的话，其实墓地你是去不了的。对，长窗选的学校门处理不了。对，那这样的话脸上有3位，毕竟对面的3位其实都能够让破人追的，所以他放到一个比较集中的位置就行了。这个阵容我觉得破轮完全不挑人啊，是能够起到一个快速倒地就可以了。看一下吧，这一把也看天赋方面破轮要怎么选择呢？对，也看求生这边飞轮带的多不多。带了底牌加张狂，并没有带封窗，那应该是一个闪现。是的，求生这边的话有3个飞轮，而且双弹飞轮是全都带了，只有野人一个人有回光返照。说，那现在进入到比赛画面，本场对局是由 DFXGT 的监管者对阵迪迦的求生者，由解说压挤和解说初夏为带来 CV 实时赛况解说。这点直接变轮，是想往入殓的方向去追。对，毕竟这个位置是可以直接架到了独栋的。
这个板区其实也不太好节奏，哇，第一根刺上的很快啊，很高的熟练度啊。是，而前面这个车还挡住了一下。可惜是第2层还没有上到，他那个时间没过，我夹子也很准啊。对。那这个地方马上要解开1阶了，基本上也是不太好牵制了。1阶尖刺一出的话，这边入殓师很难牵制啊。是的，他反正就尽量离自己的一个灵柩稍微远一点。所以车过来了，想倒在下面，但是被车给清空了出来，对，直接撞飞出来了。对，那这个倒地速度还是非常非常快的，即使说你是不用救援啊，而且还能挂到红莲河这里。对，就不管你会不会反生，但至少离独栋那边也稍微近一些，看你反不反了。不反的话，他就直接追着你反。对。先上1层刺，他这个熟练度是真挺高的。对，他的这个甩尾啊，包括贴膜，非常干净利落。对，这边的话，等到下来你有一个无敌时间，等无敌时间过了，你其实也进不了板区。对，手里有夹子。飞轮清掉夹子，哎呦！但是这一瞬间你没有办法盖板啊。是的，在后面补上一刀，只能顾此失彼了呀。飞轮顶夹，那你这个刀气你就没法顶了，插1刀到2阶。看一下。挂上以后，密码机的节奏其实不特别好了，对，差的很多。甚至他反生完了一波，你看这个时间才1分半钟，外面的密码机反生完一波都到不了3台。其实野人他的救援，其实我觉得是有压力的。对，他万一你被半路悲观下来的话，可能就不好救了。他上2根刺就完全救不了了呀。是，下一根，但这个时间是差一点点，所以上不到这层刺应该是。救了下来，那也得悲观一下野人，让他半状态走吧。哇，想夹住直接秒，闪现打倒，想闪打个双倒，反正觉得入殓师的牵制空间是不大的。是的，前面飞轮已经交过了，乘胜追击也是成功把入殓师把人给骗上楼了。对，看到入殓下去了。这个地方还是能稍微拖一会儿，但是野人那边如果被逼出了自己的绝处逢生的话，就有点难受了。对，后面打拉扯的话比较难受。现在的密码机是一定会进入到拉扯的对局了，直接捏倒就可以。2层刺直接悲观。现在场上的节奏非常差呀，对，要进入破轮的一个控场节奏了。2阶破轮，我想不出来，后面你怎么样去招架？主要是有飞轮在也好一些。是。野人那边跟队友在进行调整，还可以，是被有娃娃。对，活满的话呢倒是还行，这把幸运的作用也是挺关键的。那现在要去控一下 S 版幸运的本体。对，要赶紧找一个击倒节奏，然后有机会把它秒了，来回控场。幸运手上是有半个球啊，而且也有飞轮，所以还是不太好处理。这里也不敢直接变人，还得上第2根刺才能变。但是幸运的走位非常好，这边的一个加速他是躲掉了的。不过 S 板是遗产啊，最好还是带走吧。飞轮顶掉了1层刺，把板子一下，前面是可以考虑往墓地方向去拉了。他手里有球的话是肯定能够带走的，甚至下一波你变身，我身上就算有2根刺，我直接拉球走。是的，拉球躲夹子嘛，对。好，直接拉球了。对呀，这个夹子能中吗？封住了这个窗户，熟练度非常的高。再来一个夹子，还是把你的走位往回逼了一下。那前面有一个击倒机会，好像但还是有球。那感觉要不要考虑悲观一下走了？我觉得可以悲观一下走了，不然 S 版那台密码机一开，它就没有节奏了。追这个幸运追的有点久了，说实话。对，这个夹子能夹住做到一个击倒。那现在场上2台大遗产，这里考虑先挂上，然后再出去秒外面的人。那就是在跟时间赛跑，因为现在确实密码机差的还是2台。是的，但进度都比较多。先把窗户的夹子给封一下。哎，他想手影吗？他想手影了。手影的话，求生者可以等到压好呀。我觉得还是出去把要压机的那个人看能不能尝试秒一下。是的，其实幸运他就算没有那个不用反照，但是也无所谓，因为毕竟你这边也是没有携带挽留的嘛。开门战另外2个人他们也没那么害怕。现在再去吗？我觉得多，现在可能要强开了。他是想等过半去啊，但是这个时间是等不住他的。对，这边医生会直接亮。强开，但医生身上还有1根刺，这里有飞轮，再顶掉一波2阶。2阶，而且吃这一刀也没有关系啊，不是倒地，没有挽留。这里其实应该先把夹子给吃掉，然后再吃这个庄园老友的受伤会好一点。现在吃了一个实体刀，落在面前，只要蹭1根刺就可以把人给悲观倒。对，但是医生有点停得太远了。这个身位拉的不是在你悲观范围之内啊。没错，
那现在看一下学校门也是刚贴到一个板台，又可以继续往外拉，夹子也没丢过去，夹住，你还是要接窗台，可以走好远啊。还是得跟上捏倒，然后不能挂，马上去管一下门。看一下学校门这个方向是野人在这里，好像有点机会吗？能不能把野人给秒了？能秒了他的话，再回去管医生。不过这里野人的走位，对，因为他非常的游龙啊。骑猪的话也是有一定的一个移速加成。是的，担心医生爬起来，所以赶紧回去。这里骗猪骗下来啦！骗下来，对的。那医生那边能起来，其实你还是要快点解决野人才行。没错，而且这里关键是车也到了，看一下能不能秒野人。这个夹子一定要夹到。哎呦，没夹到。我跟不上，如果让他上车的话，捏一下，但是有一个手机加速。时间。医生是可以走门的。是的，那边是2个人直接冲门。这样的话，其实也是让我们恭喜迪迦。是的，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也是以2.5局啊，也结束了比赛。第2局的圣心医院那个8比1，着实是有点没想到。对，我觉得真的是压死比赛的一个关键，这个分差实在是太大了。对，就这么多年以来，不管是打比赛还是打排位啊，就深刻的经验教训都告诉我们，尽量是不要倒在地下室附近，对吧？无论是什么监管，遇上那种心黑一点的监管，他想方设法用尽各种招数，他都要把你给强行举进地下室。对。最早的话，我记得就是约瑟夫嘛，对吧？他在镜像里面先举一波，然后现实中再把你给举到地下室里面。那现在这个台球手他也能去利用自己的一个惯性，如果说你有一个2到3成时间足够的话，对吧？移速加快，直接就从外面咔咔咔走进地下室。对，是的，你也是没招一路就给你冲过去了。而且也确实能看到包括说那一把的一个杂货商嘛，上一把的一个杂货商也是说有一个挂地下室，然后让你这边有点太大的一个救人压力了，导致你有一个救人过半。所以说，其实，在很多监管它本身手椅能力就非常强势的情况下，你再有一个地下室，无疑就是给自己这边的一个救援难度增加很大。是的，这个版本其实我说实话，救人真的太重要了。不管是不是地下室，你只要在上面，哪怕你出现一波过半，或者说救不下来，或者说双倒，其实都是给监管者送过去很多的节奏。对，你一个人倒地，然后再把这个自己的绝处逢生给摁起来以后，再去补队友的遗产，那你这一来一回，其实等于是少了半台以上的这么一个进度了。是的。我们也看到很多时候，如果说救援环节他们做的比较好，比如说是省了道具或者省了自己的状态，那同样对于他们后期的再去运营来讲就非常舒服了。是的，如果说他第1波进行了一个无伤救援的话，那么第2波会出现什么情况？就是第4台、第5台密码机那2个人他有时候是可以不用动的。对啊，我就不用撒手，继续让救人位。对，我救人位就继续在这边蹲着，然后进行下一波救援。这样的话，密码机就是一来一回又赚了接近半台，所以还是挺划算的。是的，因为本身我们的对局节奏也是非常快的，所以说更是需要很多的一些细节点，大家都尽量能够做好，没有任何一个环节说，哎，要不稍微失误一点，要不松懈一点都没关系，其实都很关键。是的，哪怕你修机你少一个校准，对，可能就会给后面埋下伏笔。因为很多时候我们也看到那个对局就是很极限的，差那么0.几秒可以亮机。那我们看一下这把的赛后数据，可以看到野人这里破译的1台密码机救人2次，牵制了70秒，然后幸运儿是破译156的进度，牵制了61秒，以及医生244的进度，牵制46秒，入殓师是63秒，对，救人1次。其实我感觉伊雷亚他是可以考虑早点出去管密码机的。对，其实他就算被幸运儿溜了很久也没有关系，他们是差了2个大遗产，如果把幸运儿那边直接挂上以后，第一时间冲到甲门或者甲门 S 版，他们就差那2台，去甲门 S 版那边尝试一下能不能秒一下医生，只要能够击倒医生的话，这个场他就能控起来。主要是2台密码机太近了，2台遗产都是在同一个方向，他甚至不去挂它，把它插一个眼，然后强行变直接去，对。而且当时医生他其实在那个位置，我觉得不算特别好溜了。S 版那个位置，对吧？他其实本身是没有飞轮的一个情况下，应该是有机会可以把它秒了，然后挂在 S 版的那张椅子上。那这样的话，野人他只能在中间进行一个无助的挂机。首先是什么呢？你如果去摸幸运儿那边，窥视者可以插到你。对。把医生给处理掉以后，再去拦截你这个野人，其实你野人是根本没法救下来的。对，然后这个密码机就再也修不动了。是，那比赛非常精彩，我们来看一下精彩回放吧。不要往棺材脸上走，往墓地倒行吗？可以。那就逼他上2个字，多拖一会儿。硬摊你，硬摊你。
看了吗？失场了。求稳得心态。我得摸箱子，我得不知道。就该去点门。我点墓地门还是学校门？我点学校门，走一个。我能帮你扛，我能帮你扛。哇，也是非常激烈啊！包括最后在打这一把破轮的时候，可以看到队员的一个沟通和交流，就是我可以帮你扛，或者说怎么样，都是讨论的非常好。其实这把的话选出来这个信源也是非常有灵性的，因为首先破轮还是非常害怕机械师这样的点嘛。那信源其实有这个娃娃还是起了很关键作用的。首先密码机多修了一段时间，其次野人他本来是一个双导的一个状态嘛，你是交了闪现探我这个双导，但当你发现等你最后想过来找这个野人状态的时候，他已经变成满状态了。对，这就是医生他在外面比较强势的一个地方吧。我就在想，如果当时把入殓师给挂掉以后，挂飞以后。考虑去直接找医生的节奏会不会更好一些呢？也不会被信儿给牵制那么久。对。然后医生他本身呢也没有那么多道具可以去帮助自己进行一个牵制嘛。毕竟他满状态，你就可以把他给秒掉的。就大家都是有飞轮的情况下，除去野人之外，肯定是医生更容易击倒嘛。是。然后信儿他是有半个橄榄球，也是可以很舒服的牵制起来的。对你这样算下来，他飞轮就是正常去操作的话，就废掉你一波2阶啊。那你后面的每一次变身，他的球分2次用就可以断掉你2次击倒机会。没错。这样也是后面他把战线拉长，这样会让监管这边可能是考虑的更多一点，他就判断不好这个密码机的进度。是。那我们来看一下本场比赛最佳演绎会给到谁吧。感觉会给到那个4抓的台球手，哎，还真是，对，一个还是非常关键的，奠定了胜局啊。还是在一张圣心院的地图嘛，是看到给到了奶小胡。局选得分的话12000震慑一次，局军淘汰4人啊，也是我们这次的第1次最佳演绎。是的。虽然是在败者组，但没关系，拿下这一把的话，其实后面就是还有更多比赛的一个可能，对，发挥的空间了。再加上的话是有几天的一个休息时间，我们可以再稍作调整嘛。是的，及早的去研究一下后面的对手吧。我觉得对于他们来讲，其实能够打出8比1这样的一个分数，就证明不管是求生还是说监管，他们的一个实力都是非常不错的。对。都有机会在面对下一个对手的时候，同样的去打出这股士气吧。但现在的问题就在于，下次碰到你的时候被ban了怎么办？对，就是可能说对面要研究你的录像，然后来针对你的这个角色，针对你的其他阵容，以及说今天刘小蝶先上场的时候，是不是有一首小提琴？对，这个我觉得后面再跟他们打的就总会仿这么一首了。我还跟你说，就不用仿了。为啥不用仿了？你看这熟练度多高啊！对，其实还是地图上会有点限制到小提琴的发挥，小提琴打小图会舒服一点点。是的，毕竟手椅嘛，我觉得关键还是在于手椅，因为他这种多刀型的监管者就是很容易在手椅的时候让你松懈，然后让你停下来。这可能你前面的牵制节奏确实会比较舒服嘛，这时候觉得可能我就2波，我们是不是有一个正胜面？是。但这个时候往往监管也是到了一个2阶的一个阶段了，所以说还是要提高自己的一个警惕。对的，特别是小提琴，你前期如果快速被他拿到1刀的话，他开了 OK， 那我们的现场采访也是准备就绪，那我们把画面交给主持人吧。Hello， 大家好，欢迎来到赛后采访环节，我是主持人小小。首先要恭喜迪迦战队获得了本场比赛的胜利。我们今天邀请到了奶小胡还有教鼠来到采访，两位先来和我们大家打个招呼吧。嗨，大家好，我是介绍，我是迪迦战队的奶小胡。大家好，我是迪迦战队的教鼠。欢迎两位，第1次来到赛后采访，不要紧张，今天打得非常的漂亮。那首先第一个问题想要给到2位，因为今天的话其实是掉入到了败者组嘛，对于你们来说是没有容错的。2位在进行备战的时候，为今天这场比赛准备了一些怎样的策略或者是战术吗？奶小虎。我们就是把刘小蝶藏到了今天，就是不告诉大家。隐藏他的这个角色池，然后就想 BO1 让他选小提琴出奇制胜。今天真的第1局这个小提琴选出来，包括于说他的表现真的是非常亮眼的。那想问一下教鼠，咱们求生者这一边又做了一些怎样的准备呢？我们针对对方战队的角色池，就是找了很多榜前的，就比如说绝活雕刻家。就是这种，然后每天去训练到3、4点这种，然后就
训练了很多吧，然后就今天打他的雕刻家的话，就会比较得心应手一点。我感觉今天这个3跑应该就没有辜负你们每天这么努力的去训练和应对。那来回到今天的比赛吧，刚刚说到的小提琴家，今天那一把虽然说啊前期可能追击节奏不是那么的好，但是今天真的在手椅上面给了我们非常非常多的惊喜。想问一下两位，我们在备战间看到那2波很帅的手椅的时候，大家给到了一些怎样的反应？复刻一下吧。就是他在啊，已经就是感觉有点像他的 ID 叫鼠已经在后面尖叫起来了，是不是？是的。能够感觉到大家的氛围还是非常不错的。那在第1局大家握手言和的情况之下，第2局上半回合也是先由奶小胡率先利用台球手这个角色拿下了一个4抓。想问一下，因为这张地图倾向于求生者那边嘛，今天在进行选角的时候，有提前想好说要怎么样规划那一整局的走向吗？本来他们选医院是想让我保平的，就是选杂货商，但是我看见队没有搬掉台球手，所以我就想用台球手试一下能不能争个多抓嘛。所以其实在选角的时候，想多抓的这个种子就已经在你心里埋下了。那一局在局内其实也有注意到，真的利用地下室打了很多波很关键的节奏，能不能分别来跟我们分享一下，每一波你都想要利用那一个手椅打出一个怎样的优势节奏呢？就是先在地下室门口放一个击球点，然后人被救下来之后，你就把主球打到击球点上，然后去打那个被挂过的人一刀，然后又可以把他丢回去。这个时候地下室的人救人位他不敢出来，所以你可以有机会摊他的一波双倒。这一波的话，其实也是给到了求生者那边非常非常大的压力。那对面也是最后拖到了一个3人看门战嘛，但是当时看门战的时候也是有一波很帅的闪现击倒弓箭手，那一波主球吸到之后，当时会有一些怎样临场的想法呢？当时本来就是想先放一个主球控门嘛，让他不要点门，但是没想到主球吸到了，吸到之后我就赶紧把它放出来，然后闪现抢节奏，然后2个人还在地下室，这把4抓面就有了。所以当时那个击倒弓箭手也算是意外之喜，是不是？是的。当时临场的反应也非常的快速，拿下了那样的一个4抓。下半回合咱们求生者也是一个3跑，直接8比1在第2局的时候拿下。想要问一下教鼠这一边，刚才也有说到嘛，每天真的是有去针对到对面的绝活雕刻家。那今天你在牵制的时候，是不是也会比较得心应手？会有一些怎样的思路呢？是的，就是我们就专门拿出来一个条，像是因为雕刻家的话，它是很依赖存在感的，然后我们就猜到他大概就会来追我调香师，然后我就选在那个废墟，就直接跟他包了嘛，然后就我就直接在小木和废墟这边溜，然后也不干扰队友修机，然后结果也是好的，然后就溜了3台，然后就2波人就够了。所以那一局感觉就是抓住了他想要存在感这一个点，然后靠自己的个人牵制，帮助队伍完成了一个3跑。当时队内语音是不是比较兴奋？那个3跑的时候？是的，是的。感觉8比1的大比分在第2局拿下，第3局的压力就会小很多嘛。求生者这边只要保平就可以结束掉比赛。那一局同样也是前期节奏可能比较一般的情况之下，大家做了一些怎样的拉扯跟调整，最后保下了平局呢？我们首先是选了如莲师，就如莲师这个角色的话，保平是很厉害的。然后的话，因为他选的破轮，然后我医生的话肯定要选墓地，然后自保。虽然他前面没有溜很久，但是因为如莲师这个角色的话，他是不需要别人救他的，他可以自己反身，然后这样我们电击就能多修一点。然后后面的话，幸运儿他也扛住压撑住了，然后野人救人也没有，就是也救下来了，然后还把闪现吃出来了，然后也很关键，然后我们就是全都扛住了，然后也是成功保平了。就也是利用到了角色的机制，包括说大家的沟通和配合，拿下了那个平局，甚至都没有给到我们监管者上场的机会。那想问一下2位，对于我们下一周的比赛有一些什么样子的期待吗？来，小胡先来吧。就是我们会更加努力的训练的，然后不会辜负粉丝朋友的期望。加油加油！陈小鼠呢？你有什么想说的？我们也会更加努力的训练。
相信你们的努力一定会有收获的。那也是我们期待下周的比赛再见啦！感谢2位来到赛后采访，再一次恭喜迪迦战队获得本场比赛的胜利，再一次恭喜今天获胜的所有队伍。接下来让我们把画面交还给解说席。感谢主持人小小，也感谢2位选手接受我们的采访啊。可以看出来是有点紧张的，包括现在获得了胜利呢，有点还没有平复下来自己的一个心情，对。但是也能听到他们的一个采访内容，说是自己私底下真的是有提前钻研过对手啊，也是做了很多很多的一个努力跟训练的。是因为其实你相比于职业来说，平时的训练时间肯定没他们久，那你就得在这一段深渊期间内呢，用加倍的努力来征服对手。是的，不然的话，你可能说在训练时间上不够，那你的战术也得多准备几套。今天他们这一把主动的拿出了胜心愿，我觉得就是一个很让人意外的一个惊喜。对，是让我们来看一下今天的一个比赛赛果啊。那第一场的话也是由 TE 对阵到 ZS 力是 TE 获胜，第二场 GW 对阵 GR 是 GR 获胜，第三场 VRS 对阵斗舞是斗舞获胜，以及最后一场是 DFXGT 对阵到 D 加也是 D 加获胜。没错。还是非常的精彩啊！今天就拉满了，对吧？好，我们可以看一下目前 B 组的胜者组啊 ，TE 对战 GR， 谁赢谁可以拿到进入深渊小组赛的一个门票。是的。然后后面的话，其实败者组呢也还有一些对决嘛。对。看一下目前 B 组败者组是第9轮了 ，JSTING 对阵斗舞以及迪迦对阵 GW。是。然后他们赢的那一场还得面对上面输的下来的那个队伍，对，就晋级之路会更艰难。是，那我们看一下 A 组的胜者组，目前是 WBG 以及 ACT 走到了最后一场。是，那同样我们也是来看一下败者组的话，是会先由 ZOO 面对到 X Team， 那下面的话是由朱雀面对到成都 GG。哎，是。打赢之后互相对决，还要等胜者组的决赛败者下来跟他们打。没错，那我们看一下下周的赛程啊。第一场是由 ZOO 对阵 X Team， 第二场由 FPL 朱雀对阵成都 GG， 第三场是由北京 WBG 对阵 ACT 战队。有2场是职业间的对决，以及1场是民间大神之间的一个对决。其实说来比较快，其实还有4天的话就会进入到我们的下一阶段比赛了。确实。那我们今天的比赛到这里就告一段落了。在这里，我们要再次感谢主办方网易游戏、第五人格对 COA 的大力支持，也要感谢官方合作直播平台 CC 直播、哔哩哔哩直播、快手直播、虎牙直播、斗鱼直播、抖音直播、小红书，官方合作媒体人民电竞、有酒网、1000字节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柠檬多多多，多多柠檬茶，果子熟了多多柠檬茶，邀你一起多多干杯，为选手助力，为赛事喝彩。全鸡配汉堡，华莱士吃好，吃华莱士破译炸鸡迷局，上华莱士自助点餐小程序，吃蛙大蛙香脆炸鸡，灵魂炸鸡神演绎，美味一站全破译。感谢第五人格赛事特约合作伙伴百视通，通过 IPTV、互联网电视、有线数字电视等平台的百视通云电竞专区收看全程赛事。哔哩哔哩深渊大舞台征稿活动现已上线，上 B 站看 COA 9，即日起至2026年4月12日，带第五人格 COA 9话题或其他活动话题投稿赛事视频，满足投稿量、播放量、点赞等多个奖项条件，万元奖金等你来拿。持续更新，猛猛涨粉奖励还有加码。相信你一定对全明星 OB、复盘锐评等赛事栏目非常熟悉，而在内还有超多有意思的赛场视频等你来看，各有你喜爱的选手们开启直播放送，没事多来看看大家的排位日常哦。扫码屏幕下方二维码直达活动页。快手第五人格 COA 9征稿活动现已开启，即日起上快手带指定话题发布第五人格赛事相关视频，万元奖金、100万流量激励等你来拿。辉煌共筑，不朽传奇。iVIO 官方出品的电竞收藏卡，第五人格赛事收藏卡 iVIO 2020秋季赛全渠道火热发售中，视觉锐意革新，工艺极致淬炼，方寸之间封存传奇，历时换回激昂记忆。感谢官方内容合作伙伴网易大神对本次赛事的大力支持。上大神看 COA， 完成观赛任务即可兑换大神专属 COA 应援礼包，还有灵感、碎片等多重游戏好礼等你来拿。看赛事评分榜，对评 COA 新鲜事，参与赛事竞猜更有机会赢西式时装购纸巾，快上大神 APP 参与吧！那我们下周同一时间不见不散，拜拜。回了，我去看我再。能走吗？应该能走，应该能走，应该。救了。感谢。
在原地溜那边行了。对，在原地溜，原地溜，原地溜。要他，要闪我了，打，可以了，大跑。开枪！跳了，自己溜，不管摸里。好，往大门溜，看得远。没事，我去了。报。对，可以，看到。好多，哎不行。他这样说点，我2个场有开了修3板，妲己。好的。